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进去才够味。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哇塞，这一锅卤下去真的是不得了！你看这个猪脚，一半是筋，一半是肥肉，还有瘦肉。哇，这个猪脚吃起来真的是 QQ 弹弹，而且一点都不腻。这才是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真的是太爽了。痛快！再来3坛，这洛阳卤味儿，配得上老子的剑。诸位，敢与某家共饮300杯否？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配菜才够味儿。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这筋头巴脑的，看着就来劲儿，纯味加这卤料绝了。一口一个，这才叫过年该有的味儿。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进去才够味。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哇塞，这一锅卤下去真的是不得了！你看这个猪脚，一半是筋，一半是肥肉，还有瘦肉。哇，这个猪脚吃起来真的是 QQ 弹弹，而且一点都不腻。这才是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真的是太爽了。痛快！再来3坛，这洛阳卤味儿，配得上老子的剑。诸位，敢与某家共饮300杯否？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配菜才够味儿。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这筋头巴脑的，看着就来劲儿，纯味加这卤料绝了。一口一个，这才叫过年该有的味儿。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好了，各位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历经沧桑一寒冰，就是在小弟我在北监的时候，我们看到寒冰哥在外面，哇，大显神威啊！那今日终于请到了寒冰哥仗义前来，哇，1年多没见了。对，1年多，真就是那么1年多。那这个要特别问了，寒冰哥怎么总结小弟蹲在北监的1年？就是我刚好错过了那种大罢免啊，然后打死去活来啊，然后曹兴诚中标这个东西，这一整年你自己看，觉得是什么样子的1年？我觉得这一整年就是一个斗个没完没了，什么东西都在斗，到最后已经斗到莫名其妙的地步了。已经大家，我跟你讲，中华民国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就是政府已经完全目无法纪，所有的法规他也不理的，反正他觉得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在乎，他全心全意就要跟在野党斗到底。但也没赢啊，也拖了没错啊。问题就是没赢才好笑啊！如果你这样斗了赢了也就算了，你还没赢，然后搞得这么难看，这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而且你看到他们一直输哦，一直输大罢免大闹赛成这个样子哦，他还是决定要继续斗。而且我跟你讲，我要特别讲，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里面的信息管道非常受限，最受欢迎的一定是自由时报，是因为他妈图多，对啊，然后又大份，然后你同样花钱买呢，就是全部都有，所以最多人订自由时报。然后呢，绿营的那个，因为它里面可以看电视，但是只能看那个数位电视，对，就是柯文哲那个东西嘛。之前不是有一堆白痴那个名嘴说，哎，柯文哲这样串供，串你妈啦！你他妈又没买媒体，这个什么串不串供不重要，不懂。那所以我跟你讲，连我看民视跟看那个自由时报看久了，
我他妈那时候就想说，我有一天出来，我跟你讲，大罢免、大成功，应该都罢光，因为我也觉得至少会罢掉3到5个。我本来是觉得都不会中，全部都没有。但就光靠他们宣传，也宣传到我在里面都相信了。是这个真的很扯。等等，感谢韩冰哥在庇护所1年来收留我们这些难民。哦，那时候我在做菜是吧？也没有了，就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就来说难民报道。细节我们就不讨论啦。但是总之，韩冰哥在过去1年直播不懈，而且还越播越多，越播越久，真是感谢韩冰哥收留我们这些网友。那等一下还有能看 CCTV One 哦？你喊饼，你做梦是不是？我他妈 CCTV One 在台湾都不能落地了，你还问我能不能看？不行。但是我真心觉得他洗脑洗很成功，连我都觉得，我想说不可能做不到吧？罢免那么困难，连我看了那么多的故事，这个人好可怜，那个人好自动，这个阿妈多么的义务出来，那个阿公呢在日晒雨淋之下非常可怜的站在边边，连我都他妈差点被骗了。韩冰哥那1年怎么撑过去啊？其实那一年对我来讲倒还是挺好，因为我一开始你走没多久，我就刚好拿到曹英成那个照片啊。对啊，等一下我要细谈。我跟你讲，因为我在监狱里面并不是幻想，我做了很复杂的推演，我得到了一个奇怪结论。但等一下再说。但那个刚好像是2月是吧？对，我好进去妈刚蹲完那个新收房，是我刚可以看到报纸说，又看曹新成，而且那马子还蛮正的，你知道吗？好，那所以没想到比较精彩。那还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大罢免的时候，老讲蓝军有点自乱阵脚，讲实在话，他们自己吓坏了。对他们很紧张，然后搞得乱七八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本来的想法就是要反制嘛，所以反制你们也去联署啊，也去干嘛？结果这一群人，哇塞，真的是猪头到一个极致！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去抄名册？你们是猪变身吗？你不知道民进党现在一直在盯你，他就是在等你做这件事，你还真去做。他们应该这样讲，民进党就等很久，没有理由呢，都可以弄你了。你更别提你自己提供一个理由给他。不是你这种就是应该要戒慎恐，你宁愿弄不成，你千万不能乱搞。因为你只要一乱搞，一定死。结果果然，国民党照搞。国民党史上最大200多个人去做，这很厉害啊！而且这很多东西还没跑完。是啊，因为那些人未来都会被判刑的。而且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已经认罪了。是啊，那我这样讲，个人小弟我呢，我现在唯一剩下比韩冰哥懂的，就他妈任何牵扯到监狱。任何牵扯到底要不要做认罪协商，任何被羁押的东西，你他妈都问我。这我绝对是当今世上在北台湾呢有在做直播人最懂的了，其他都不用讲。我前一阵还跟那个蔡博士啊，我还说一定要碰面，我先教你应该要怎么申请，哪些东西怎么样，因为他说啊，我有跟邱博士、邱毅碰面，我那不行，他妈都20年前的那个不行。我告诉你，现在最新的安排怎么样？咚，瞧了一下，因为本人要不是大家这一行其实不懂，不然我光做一个监狱生存顾问，我都可以赚到躺着不行的。其实你可以出书啊。是啦，但最近一直玩 AI 就在做图，就做到没空。我本来是可以出的。是啊。那老实讲。那一阵子就是国民党情况搞得很糟糕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估计搞不好2-3个会掉。真的，对，因为我也是，我跟你讲，我进去的时候想说都不会掉，结果到了中期的时候，5月、6月的时候，人家问我说，干可能会掉3-5个哦，多一点搞不好到10个哦，就没想到都剉赛。我跟你讲，我真正觉得愤怒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连叶元之都没有。叶元之真的干气死我！叶元之真的是那些青鸟乱操作把他救起来。我真心不是觉得叶元之该被罢，而是他真的所有人里面他最弱嘛。因为以盘势来讲，他应该要被罢掉，因为上次他赢罗志正，说真的就是侥幸。就是因为那个小影片跑出来嘛。还不止罗志正那个影片呢，跟他那一段时间的状况也有关系，他就是一个野生摄影家，然后他就是很爱考察各个 motel。但是那个时候爆炸呢，我想说好，他上，而且那个时候小欧巴是不是小欧盟啊？是小欧，对，小欧盟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揭露，他们其实就是
小绿啊，哎，小绿盟，那所以他也分掉不少这个罗志正字正兄的选票。字正兄真可惜，他其实是一个外交的人才。如果他现在还在，或是他去当部长的话，台湾现在虽然也是会很惨，但是不会像吴钊燮那么惨。吴钊燮的工作变成国防部长。对，但是罗志正现在我觉得他也是有长才，他对这个影音录像啊、录音工程啊，那我应该跟他切磋一下。对，这些真的蛮厉害的，对。刚刚那不得了哦，据说也是，但是可能那个就是他的security 方面不太好，就是请大家要注意啊。如果你很爱收藏各种各样的东西呢，不要随便把罗志正那个听说后来他是拿手机去给人家维修，干的是。真的字正兄真的是不懂以前我们就有过前一个人呐，是啊，那个冠希哥，冠希哥好像是手机跟那个 Apple 的 Mac 通通给人家修之后，简直整套纪录片都出来了。是啊，但冠希哥可以再站起来，可是字正兄恐怕就有点。我老实讲，像我们这种人哦。你手机千万不要想说还有残余价值啊，拿去修或者拿去卖掉啊，千万不要。你自己用完的手机就把它砸烂就对了，丢河里，好不好？丢河里就跟那个谁买卖毒品的儿子一样，就他妈掉河里了，干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你原来人家就想给你无罪嘛，你也要给他一个机会，是啊，好吧？你要给他一个说，我他妈就掉河里啦，怎么样？没有办法证明吗？你检验我也是吸毒，怎么样？但是我吸毒呢，你不证明我运毒，各位。运毒就7到10年哦，各位长官，运毒就是7到10年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那个谁都已经不是总召了，那谁的儿子可能还在里面呐。好，等等，这个我们先讲完。还有，各位我们要特别强调，今天没有要得罪校长啊，妈干，我才刚出来不久啊，马上又进去，太急了一点。我们今天是为校长做先锋，给校长做谏言。但好，那个大罢免的故事还继续，我在里面没有听当事人当面讲过。其实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大概有可能3席有可能危险。3席我可不可以问一下？1席一定叶元之嘛？是，另外是谁？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讲说，像那个中部那边有几个有危险。您说云林吗？不是，就是台中市啊。对啊，就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罗什么伟啊，罗廷伟，因为他太菜了，然后他的背后的故事很多，但是我们就不要多讲了。那他那个时候也有几次也是判断错误嘛，所以就是那时候出了一些包，他比较危险。对，然后其他就大致还好，我是从来不相信很多了。没有，应该这样讲，也不是说很多，但是因为里面呢，其他不用讲，我们小弟就是只能看《自由时报》，所以我在里面看到，我觉得我连台北市都替他们担心。台北市那时候王宏威一直传很危险，王宏威一直说很危险，然后那个徐小新也说很危险，因为党是大炮集中对着打呀。但是我老实讲，这次大罢免大失败，我必须说，其实不是蓝军这些人有多厉害，而是那些青鸟黑熊绿蟾蜍实在是太烂到爆，他们到处去肉搜，到处去攻击，到处去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反而激怒了中间选民。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败因。他们不是在唱那个罢免舞，来啊，怎样？有叶元之就被爆啊！等等，这我一定要再问。我已经问了很多人，但没有人敢肯定的跟我讲，叶元之到底有没有被阿嬷吐口水吐到他嘴巴里？有。干，真的假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个阿嬷那个口水其实救了叶元之。我离开1年，现在台湾已经不是 B 刊传染区了，是啊，这也太扯了吧？是啊，所以就是因为一堆 A， 再加上阿嬷吐口水，所以反而让叶元之他得票居然比他选立委还要多。这个东西是不是跟网友有讲？就是像这一次呢，民众党不是有一个家乐福的员工吗？就是，我对家乐福员工没有意见啊，干大家不要这个趁机撸我。就是他是家乐福员工，然后爆黑马意外出来，然后网上讨论呢是说啊，因为黄老师实在太令人美受，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大家给我一个那个黑处，所有人都觉得啊，你是谁谁子弟兵，所以我就不投你。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我觉得是因为这两个人根本都没有知名度，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真没知名度、对，所以其实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民众党脑袋坏嘛。就是你怎么会找两个素人做什么民调？谁知道他是谁啊？这比什么嘞？你应该叫他们自己上街，然后顺便卖个爱心笔，卖超过业绩就 OK， 就可以看谁先达标谁对，就这样。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因为两个都没有听过的人做什么民调，那个根本输赢都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不是我这样讲，我那时候我前一阵在一边做动画一边看，我想靠，连民视都报这个员工是家乐福，而且他好像是那个什么中央电机对不对？就小弟母校，你知道？然后连刘宝杰都传讯说你怎么看这个东西？我说我他妈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有一个学弟跑去家乐福做10年？我怎么知道、啊？那中央电机为什么要去家乐福做4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我要小心。我的前一个员工不是跑了吗？他有一阵子也是在家乐福做员工，所以家乐福呢，可能就是各方好汉都收，就是不错啊。很难讲。哎呦，这边有一位干这个字惨了我老花。那韩明哥有没有看到这个名字是什么？周大什么？周天正是不是？周天我不知道，看不见。没关系，两名老花眼这个在做挑战，谢谢周。哇，这样直接看到斌哥送了300朵玫瑰，真是大家很开心。好，这个郑天正，好，谢谢天正兄。那所以我们再拉回来，但民众党找这2个人都没有知名度，到底是要干什么？是啊，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没有知名度的其实应该怎么做？你知道？我教民众党一个关，党主席直接指定啦。也没人会有意见。对啊，不是这有什么好有意见的？就是你根本大家都没有知名度嘛，所以你培养谁在那个地方，就直接指定他选，就党征召他就对了，就随便嘛，他选不上他自己负责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不是我自己讲那个啦，我跟朱大我们2个随便去做民调一定都赢他，你信不信？也不要这么说，这样真的很不是，感觉很丢人，因为我们知名度比较高嘛。讲实在话，就是我这样讲，让我们退回民主制度的初选的最新的概念。第一个，国民党这死样子呢，活该他每次选输，因为现任优先不是一个丛林法则。是国民党的议员跟立委呢，基本上不做新人民调，就是对不起，不是所有人重新做一次民调，然后优者就党支持你出选，而是现任优先之后呢，再给新人来选。那这种状况就是，你只要现任人，妈只要不出事被车撞死，大概就会上。可是你实际上选举的时候战力就很弱，是啊。那民进党可是不管哦，民进党是一律全面初选，他就算是老将一样要经过初选。对，那斌哥，我们这样讲哈，这2个制度比较一下，你觉得它的优劣在哪里？当然，你对老将来说会比较没保障，可是问题是干嘛要有保障？你身为老将，你本来就应该要有实力能够过。对啊，不然你连这个实力都初选都过不了，你凭什么？你老将又怎么样？那所以国民党那个制度就很容易让老将变摆烂，就躺着就选上。对，因为议员是多选多席次制嘛，所以我只要巩固我国民党那一小块就够了，我其他天塌下来我也不管。我想国民党就是因为这种制度所以很容易就没有战力，因为每个人就自己顾自己那1亩3分地，我其他你外面天塌下来关我什么事？你国民党那边冲锋陷阵，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冲？反正我不冲啊，我永远都会上啊。我不小心跨住我那块地，我还担心我脚得香港脚嘞。是啊，所以国民党那些议员随随便便在地方一当就是几10年了，他也不在乎啊，对不对？那问题，所以现在国民党有没有胆子去改这个制度？我想不用讲啊，没有，当然没有啊。对啊，答案直接讲。小弟虽然已经不碰政治，但这种历史相关东西，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传统上就是没有。你看曾丽文上来，他也不敢去碰这个东西啊。那没有啊。实际上，你看曾丽文上来，他现在对就是很多地方势力，他也是叫不动啊。他也是不要说叫不动，他到底啊要不要低头这件事情，我都看不懂了。所以我跟你讲，昨天其实有个好消息，就是吴宗宪险胜张胜德。老实讲，本来之前传出来，因为第一天晚上在做民调的时候，他们有现场有在监听嘛，监听的人都听到，多数是支持张胜德。对，所以那时候都传出来吴宗宪很不妙。那如果胜出的是张胜德，那跟陈婉慧可能就会比较不好瞧。讲实在话，陈婉慧不太好瞧的。对，那所以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期望说吴宗宪出来会比较好，结果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吴宗宪险胜，然后张胜德也没有翻脸，而且诚心支持他，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接下来就是看他跟婉慧怎么去瞧这个问题，这样就比较好解决，但是也还没解决哦，因为瞧得不好还是会出问题的。我这边讲啊，
先讲一下这个是什么？我看看，等下斌哥我都忘了，你没事也可以吃一点，因为这是小菜。这是我们在带的那个凉拌木耳、梅香柠檬凤爪，还有香卤猪心。我儿子最讨厌木耳了，所以我应该要带一包回去给他吃。建立我们最讨厌他吃那个 nagi， 他会把木耳从那个拉面里面挑出来，真假的？这就这么讨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对木耳有一个如此负面的态度？我超爱吃木耳的，真假的？对啊，我上次去平溪那边啊，我朋友自己在种木耳，木耳一朵都这么大一朵，你知道？怎么那么大，很厚，是不是？对，然后那个口感超好，你知道？对啊，那个好好吃啊！哎呦，那你去平溪，我们跟平溪的关联就是我们的那个丰裕蜂蜜是在平溪，它在平溪养蜂，然后所以那边有一些地方有特别的树种，它在那边做到啊。跟各位讲，我们置顶的那种丰裕蜂蜜呢，它的鸭脚木蜂蜜基本上全台湾有大量生产的只有他们，因为你要在特别的鸭脚木那边才能够采到鸭脚木花，然后你才能采到鸭脚木蜜，那是中药的药材，所以味道跟功效都是不一样的。有空大家可以去买，等等，我们再拉回来。所以，可是我对宜兰这个选举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不一样看法是这么说的，就是宜兰这个地方啊，你也知道，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握手之庙。就是号称全宜兰人都握过他手，那就算他没有什么能力，看不懂中文也没关系，他的亲和力就是够。那议长说没有翻脸，你真的觉得他会真心支持吴宗宪吗？我希望，因为之前其实传出来很多地方上反弹的事情，也就是张胜德一些支持者直接跟吴宗宪就呛说：“你不用来，我们根本不可能会支持你。”对啊，当时就传出这些东西。那现在至少台面上张胜德表现是很有风度的。那问题事后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而且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如果万一到最后瞧出来，瞧的结果是陈婉慧出现呢，张胜德会不会支持？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我这样讲啦，我觉得宜兰呢，我个人相对悲观哦，但是因为本人基本上我们今天谈的几乎都是历史，所以我现在是历史专家。我个人觉得，根据历史呢，宜兰呢，如果就是什么高铁什么议题啊，然后又要蓝白合什么东西，相对不乐观，但至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选举啦。就是这样子啊。那至于蓝白能不能合，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好瞧。民进党出来就是那个政治素人啊，那个律师啊，对，那个律师，对。但以党的力量在宜兰。就算是素人，也把他弄到吃荤吧。我跟你讲，他最少有40%以上的支持度这是绝对跑不掉的。这就是一个挑战啊。但我这样讲，我个人不乐观，那是我个人。那其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先不管了。可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不妙的看法，这个看法要不是斌哥来，我也不会讲。我认为年底的时候啊，国民党的整体席次会比去年要少，对不起，会比上一次要少，一定。那如果比上一次要少，那以国民党的尿性呢？我们这么熟国民党，他就会开始逼宫，他会说郑丽文为什么不下台？下台！郑丽文下台！那这样子又要一锅乱了之后呢，又要出事，这个不太妙。因为对啦，荒力讲的没错，宜兰大选过去都是绿营，就是以那个总统投票，林智妙是鹤立。靠亲民，靠握手，一张票一事情，握手握到你叫不敢。那现在能不能再复做了这个程度，我可以觉得有点不太好。老实讲啦，宜兰过去长期是民进党所谓的民主圣地，一直都是绿营比较。看成每个地方都民主圣地啊，他们228是民主圣日。我跟你讲，他们赢了就叫民主圣地，他们如果输了，他们后来输掉宜兰就再也不是民主圣地。他们一直都是这种原则。这早年先是吕国华先赢。对，那吕国华结束之后呢，就民进党又抢回去了。然后这次林之妙又弄了8年，但是你要这一次国民党再赢，说真的，我老实讲很不容易。虽然对手那个律师并没有很强，但是他就是赖清德的分身，就是这么简单。那只要绿营地方整合的好，说真的，国民党要赢这一局是非常非常困难。他举国之力就打下来。我这样讲，以大罢免那个等一下我要回来再讲大罢免。民进党的战术我讲明了，
国民党挡不住，他就是举全国之力攻下几个出问题的地方。是啊，譬如说新竹县，譬如说宜兰县，然后台中呢，在摇苹果树动摇你杨琼英那一派的力量的时候，各地都有风险啊，那更别提南部每一个县市大概都不会改变，任何现在是绿营的都不会变，就不要一些老国民党。我有时候去乡下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说，哎，第一个我现在想要蒋万安出来选总统，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南部呢，几个国民党派出来这是很强你不要看高雄很有可能会上，但我个人讲得罪人的实话就是，真心不会。那真心就这个样子，好不好？那就怎么样呢？好，就不要再多讲，不然又多得罪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幸好我这一段时间不太讲政治，不然那个中间你被那种风潮拖过去，然后变成你不讲不替他们拍马屁，不替他们讲说一定好棒，这个英明神武，他们又被两边干，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被两边干的状况，所以先讲到这里。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万世师表叶元之啊，就是他永远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跟代表。叶元之到底怎么残存下来的？叶元之说真的啦，就第一个他也很紧张，所以他那一阵子跑得非常非常勤。他不要说他紧张，连我都紧张。那时候北监大概上下妈4000多人，大概没有10个人觉得叶元之不会被罢免，因为他就是指标性人物嘛，所以大家都盯住他嘛，所以他也很拼啊。他那时候每天扫街都扫到10点以后，然后还被民党搞说你凭什么扫街扫到10点，违反选罢法什么东西之类的。抱歉，其实扫街没有违反选罢法，而且扫街没有在管我他妈喜欢到处宣传怎么样？对啊，我那庙会你有种去呛青山宫啊！是啊，你看回家的时候身上会不会多好几个洞？对啊，所以。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青鸟就也认为他很容易掉，就一直盯着他。那一直盯着他，一直不断去挑衅他。那时候叶元之走到哪里，就有人如影随形呛到哪里。对，结果反而在帮叶元之。不是因为你们太丑恶了。对啊，我跟你讲，连我在北京，我就觉得干掉我身边的人没有这么丑恶的。你们跑去搞大罢免，怎么比我这些帮派、诈骗分子、杀人犯、运毒犯？看起来还要丑恶，到底是在干什么？我讲句实在话，如果今天是一个林志玲看到叶元之就翻个白眼，然后走掉，那叶元之会大私奔，糟糕。可是如果叶元之不值得同情啊。对，可是如果是一对 A 那种水准的，人家反而是鼓掌的，被这种女人讨厌刚好。等等，你讲这种女人，你比我还要敢。可是我有点搞不懂，一对 A 喜的那个范儿，那个例子我没有完整的追到，他到底是为什么叫一对 A 喜？因为大家他就出来呛那个女的瘦瘦干干的嘛，然后就出来呛，好的，有高危险的，高危险的，等等，这样一讲我就懂了。好，这个已经这个小弟已经刚出来，然后这兵哥刚逃过这个诉讼之灾，我们就不要再掉进去啊。好，这了解了。但吐口水又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以前我小弟还没有进北监的时候，外面没有这么野蛮呢。他妈我进北监蹲出来之后，变成一个野蛮世界。老阿伯看到有人在街上走，都在嘴里吐口水，是啊，太扯了吧！我跟你讲，那一阵子因为那个青鸟黑熊啊、沈伯洋啊、八囧啊、闽南郎啊，他们几个一直不断的吹，用尽各种方式，然后很秋条，而且赚很多他们那一阵子已经疯狂到什么地步？第一个。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时候很流行一个东西，只要你拿起相机拍照，他马上就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要拍照？你是不是投共？对，你是不是试探国家机密？而且我们都认识的某位那个这个刘姓好朋友，他最近要开节目了，他妈当时也中，你知道，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搞，他跑去中正纪念堂，对啊，看宝洁在那边拿手机拍，结果青鸟现在烂到。不知道宝洁是重炮手，他妈还质疑他，你是不是共谍？刘宝杰说：“好，我现在也变成这样子哦，妈的！那刘宝杰这很冤，都已经被人家洗到老共那边。那个谁，席兰还特别做他一个影片说啊，各位，这一位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很激动的男人。结果他被人家怀疑是共谍，实在是太瞎了。”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整个操作过头，所以反而搞成大家对他们极度反感。我认为那一次
本来可能真的会掉2-3个，对啊后来就是因为他们操作的太离谱、太夸张，所以反而让那些人都被保住。其实王宏威那时候确实蛮危险，就恶心就对了。对但王宏威后来也很收敛呐、因为他原来是毛尖部队啊，他是毛尖义者啊，而且我要帮那个宝洁说话，宝洁是上过制裁名单的人呢、是啊，干你妈大水冲倒龙王庙，青鸟在岛内舰质疑他是共谍，妈有没有搞错啊？刘宝杰真的冤呐、人家已经做到连对岸国保跟国安都已经把这个人列出名单来了，要全球追缉呀、结果台湾青鸟还说：“先生，你为什么要乱拍？你是不是共谍？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操妈！中正纪念堂是有什么东西不能拍的？你竟然质疑祖师爷呀、你有没有搞错？那就跟如果你今天跑去骂民居正，说你是不是相信中共一样北蓝。”所以就是这些很无聊嘛，然后这又很白目，像那个八炯那时候不是还搞了一出，因为有一个阿北现在街上直接骂他嘛，然后结果这个八炯居然说你对这个反共有什么贡献？你要怎么样，就这样一直讲，你的业绩在哪里？你有毛病啊 KPI 哦，因为当时那个阿北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救灾？然后那个八炯那边讲我为什么要救灾？你那种。人家搞不好打过剿匪战争呢、第一个欺负老人家，第二个你讲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你拿，请问一下，你八炯做了什么业绩？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业绩可以做？有他去大陆变成那个失信执行人，是啊，不对，那闽南郎，那八炯就不知道做什么，就是他是我看过上节目长得最像纸扎人的男人，是啊，这个真的很难，所以然后结果大罢免一失败。他老小就先溜了，全部散了啊！那个我记得八炯说以后交给你们了，我出国去玩了，许武跑了。然后闽南郎后来还搞说什么啊？八炯私下说我们就是要模仿纳粹什么东西，干真心不知道怎么样啊！绿界那边 Harry 斗内说+1，下次还要再找这个兵哥。那这一段时间不是就大家都在那边提心吊胆，而且我觉得真心不骗的是。32-0不要讲，而是国民党竟然一个对绿营的罢免都提不出来。是啊，这怎么搞的？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国民党自己也在乱搞。老实讲啦，就我所知，当时党中央根本无心想要去搞这个东西，他应付一下走个过场，对，就是应付一下。所以呢，各地方党部就各自搞自己的。结果呢，他们就用过去最烂的那一招，要人宿舍没关系，抄名册。那问题是。我跟你讲，国民党烂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名册早就失真很多年，你自己都不知道吗？是不是妈剿匪抗战的时候的名册？那上面死了死，逃了逃，对啊，搞不好那个里头有人都150岁，你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根本乱抄一通，就马上就被人家抓包。所以我当时就跟国民党这些人讲，你们就好好的去，就算了嘛。对，然后过不了就过不了嘛，那也没有什么嘛，至少不会出事嘛。结果他每一个这样搞，反而妈的一堆人被抓。而且国民党史上被抓最多人的时候，他真的抓了。我真心这样讲，第一个，像譬如说台北市的主委啊，现在没有人要做啊，谁他妈要做？风险这么高，是啊，对不对？我们那个某个议长就还是可以跟那个民进党女友一起开开心心的啊，干这样要得罪人了哈，对。但我的意思说，你看黄旅都被抓，黄旅家里很有钱，他被抓，你说他怎么可能回来再当主委？黄旅已经出来了，但是就他案子还没完，对他不可能，他即使认罪，这个案子也没有放过他的可能性啊，所以变成不是肥缺。那你既然不是肥缺，谁要做？他妈钱又给的少，风险又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年的那个朱立伦哦，真的不是真心要做，你他妈自己去抄名册，你自己活该。朱立伦有没有救你们？其实没有，就是去北检门口喊2声而已啊。对啊，就这样的晃一下。对啊，然后因为这样子，好像也被起诉了嘛。谢龙介他们几个也被起诉嘛。对啊，真心划不来啊，龙介你知不知道现在会出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民进党现在已经恶劣到连议会里头大家这样扭打哦，他现在都起诉他们，都起诉啊，对啊，通通起诉。但你要知道，他们只要被判哦，就算是缓刑哦，他们都失去参选资格。对，你知道，这就是民进党厉害的地方。
我早就提醒国民党要小心了，因为赖清德可跟蔡英文不一样，赖清德是什么都敢。哦，赖清德可是毫不留情啊！我们最敬爱的校长的部分就是他下手毫不留情，义不容辞，满门抄斩啊！这个周天正说谢谢大哥，他谢谢韩冰哥，然后布鲁斯说就看高雄跟台南有没有机会翻转，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不是我们要唱衰，是真心没有。你那个赖什么龙？赖瑞龙这个样子还是会上，哎，不好意思，你应该要小心的是会不会再出什么问题弄你？那就子祥说黄旅已经加入电子脚镣联盟了，是啊，是啊，那电子脚镣其实很不舒服因为不能拖，是一拖就亮红灯，亮红灯那个监控中心就要打给你。我跟你讲，他麻烦事很多像我本来我自己在梅花新闻网有个节目嘛。我本来要找蔡正元博士来录影，结果蔡正元博士说没办法，因为他被规定早上10点以前不准出门。为什么是党要规定你要168嘛？不然怎么会早上10点不能出门？就是按照他们监控的规定，就是你要10点以后才能够出门。靠呀，这什么东西？我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但是监狱里面唯一一个好处就是他过很健康，因为在里面是168。是啊，就我他妈的，我早上7点半我才吃早餐，然后我早上10点半就吃午餐，下午3点半就吃晚餐了，然后于是我就这样一路睡到第二天早上我还比较早起床做运动，但是这样搞一搞，为什么变瘦？除了运动之外，还有就是168呀。是啊，这真是很妙的一个状况。但我们拉回来一件事情，那个这一次的大罢免到底为什么？党一开始，我们校长一开始不愿意啊，搞到最后被拉动，然后再继续往下走，结果到最后还是败。我只问一件事情：为什么党不全力集中就罢免1个2个，或者我们当年讲了3个？那一定罢得掉的。结果他为什么要搞30几个人？我跟你讲，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赖清德。他不想担这个责任，所以照理来讲，民党应该直接主攻啊，你主攻至少针对几个就干，至少可以干掉1、2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他就不要，因为他不想担这个责任，所以他就全部说这都是公民团体，我们民党只是在旁边协助，所以后来第一阶段的时候，那20几比0嘛，所以老曹不是在那边干屌吗？老曹就说不好意思，我先走了。对啊，就我先走了，我马子都被你们弄出来了，你还要搞？老曹那时候不是在讲吗？说，我每个礼拜都去跟你赖清德报告，结果你赖清德还没装死，不愿意出来，所以才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民进党那个时候，赖清德自己也知道，因为你要去罢的是在当地选区选上了蓝委，那表示那边本来就相对多数都是蓝大于绿的地方，对，那你要去罢掉他，当然不容易嘛。那当然不容易这种事情，赖清德自己也想说，应该机会没有那么大，我就不要去冒这个险，就让公民团体去担纲。那结果就变成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反而就没有办法一鼓作气。就等到第2阶段的时候，民党真的冲了，赖清德其实就直接动员就上，可是那时候气已经衰了，太晚了。对啊，你第一开始1而衰再而竭，3就完蛋了。你那时候连老巢都被送绕跑了，是啊，你还觉得怎么样子？你要知道那些公民团体很多都是老巢出钱啊，那废话，不然我出钱嘛？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听说啊，那些公民团体屌到什么地步？屌到让每一个去跟每一个民党选区的议员开会，要求他们要把名单拿出来，把所有的资源什么什么都拿出来。他说：“我可不是受你们管辖的哦，民进党的基层议员就被送啊。”对啊，他说：“你真以为你是公民团体哦？那校长让你出来，你才可以这么秋条？你看到时候怎么弄？”是，所以当时呢，很多民进党的人敢怒不敢言，因为这是校长交代的任务嘛，所以他们不得不配合。可是每个都干在心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干？我现在把名单交出来给你，你要知道那一些所谓的公民团体，这一次可能都要选的，很多人要进来选的。你等于是把自己的头送出去给这些公民团体。是啊，所以他们很不愿意啊，所以私底下很多人在扯后腿，你知道，民进党的内部在扯后腿，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因为如果让他们成功了，到最后不是我得利，是这些公民团体的人就上了。对啊，因为他们有大功，那我干嘛要送头给别人？是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彼此互相猜忌，到最后才没有成功。不然的话，老实讲，我当初是认为至少三个有危险3到5嘛，对啊，很危险。
那但是我也不至于像我们的好朋友伟汉认为说有什么7个以上7个以上这真的夸张一点，他有种就点名啊！我上次连问那个大陆的 AI 豆包，他妈都把黄尔汉骂了一顿。我想说，靠，干不需要这样搞到他妈众人皆知吧？那个各位，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如果抖内人够多，我们下次再请那个斌哥来。干，既然已经快达标了，我现在直接问斌哥，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我看。你看，表示我言出必行。来，斌哥最近还会做菜是不是？要不要我用 AI 帮你做菜？不用，我自己做好玩的。我也是做好玩的啊。不然我觉得3月15。好，是不是3月15？对，3月15礼拜天。对，那也是6点是吧？对，一样。好，我跟你讲，斌哥是从中天还是 T 台？我从 T 台对吧？T 台最近也在裁员哦，大家各自这个。各自小心一点哈，但是干我们屁事呢？来，那所以那个时候我有点不懂既然邮报琵琶半遮面，为什么校长一开始不参与，后来还是被迫要出来？因为他一开始就希望光靠这些公民团体就搞定，然后他们就直接来收割。他本来想的非常简单，套用一句大陆的谚语，就是希望天上掉馅饼。是，结果没想到搞不定。搞不定呢？其实正常的人应该是怎样？如果是脑筋回路清楚的人，正常就是，那我就真的不参与了。就是第2阶段你们自己去搞吧，根本不要搞这些事，我们就算。可是赖清德又不甘心，他这次又自己跳下来，就跳下来第2阶段搞得更难看。校长是不是有一些人生的缺憾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其实他一开始如果觉得不要参加，那就不要参加了。是啊，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班上有同学被排挤啊。对啊，那排挤之后呢，他就决定说，我不要跟你们好了，那你就真的不要跟大家好，而不是后来又后悔说不要，大家这么嗨，我也要跟着来，我也要来做一个团结死蒋。那结果你两边不讨好嘛？是啊，其实老实讲，大罢免会大失败，跟赖清德也有很多关系。也有关系。他那个团结死蒋不是讲了4讲又讲不下去，因为每讲必出事啊。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觉得以赖清德那么小心的程度，他会做团结死蒋，我个人觉得很意外。我那时候在北京，我想说，总统还要下来讲团结死蒋，而且你明明没有要团结，你明明要团灭嘛，你在讲团灭，你跟他讲什么团结死蒋干什么？不是赖清德，我觉得他这一次团结，他总共只讲了4讲，其实就彻彻底底暴露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自卑的草包。哎呦，你知道他讲伤人啊！他是因为自卑变成自大，然后呢，他自己以为自己林北医生，然后这样，就走到哪里都喜欢显现自己是赖医生。可是你会发觉，这个人根本没有念过书。哎呦，你知道，可能是伯丁是不是？对啊，往来无伯丁的伯丁啊！我觉得他真的超猛啊！对，真的你朱大你自己看，他是不是毫无任何国际观？然后对历史的概念也是莫名其妙。其实他不用讲，生物学就很差。对啊，我跟你讲，我个人，我这边让我稍稍圆一下，因为这样感觉我已经一脚踏进了这个北所了。妈，当年心心念念要去北所，结果没想到，因为我报道的时间刚好有车直通北监，所以我就直接到北监的，我连北所都没住过。干，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我觉得赖清德的幕僚一定有一大堆很糟糕、很蠢的家伙。第一个，当初用爱魂条约。到底是谁给他出的点子？你他妈爱魂条约，人家是跟中华民国签的，对啊。结果你在那边讲爱魂条约的时候，爱魂条约的正本还在故宫博物院，你拿出来讲，意思是说你要把这个道统跟法统全部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咯，因为他那个时候叫习近平说，你怎么不去跟俄罗斯要回来这个地？是在干什么？我跟你讲，你看，我一直在讲赖清德就是地下卖药电台的水准。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准，因为这些都是地下卖药电台的那些人特别喜欢讲。因为不会有人事实查核啦，也不会有人在底下就查说，干不对啊，这个校长，你知道长毛象是从一般的亚洲象演化来的，所以如果有长毛象的话，表示除非台湾自己会长出长毛象来，不然它就是从亚洲大陆，不然它就是从中国，就是从中国那块地走路桥或者是冰桥过来的，然后你用这个证明两岸没有往来。他去提长毛象真的瞎到一个爆炸，因为为什么会有长毛象？就是因为当时台湾跟中国大陆根本连在一块。对啊，你怎么举这个例子呢？生物学是什么？体育啊，不是
网友每次都骂我，我每次说你生物学体育老师教的吗？你的外交体育老师教的没有？你的生物学到底是谁教的呢？是啊，真意外。所以我真的很 shock， 你知道，就是好歹他国外留过学的。但是我记得这个国中生物有教。是啊，哎，这怎么会程度低到这么离谱的地步？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啊，真的匪夷所思。就算你要知道，当时我们那个年代，他年纪还比我大啊。那个时候能够考上大学的，而且还是国立大学的，程度都不会太差。对，讲实在话，因为当时的录取率非常低啊。像我那一届，我们文组的、社会组的录取率只有20%几，哎呦，22还23。哎，你们理组的录取率会比较高一点。我就不敢讲了，因为我有学弟跑去家乐福，所以我也觉得到底这个是不是人才，学校教育怎么样，我难讲。家乐福里头也有电机设备啊，也是啦，但正常是工专底的人去家乐福啊，家乐福的那个 app 或者什么东西啊，我要跟你讲，前一阵子我打算，因为我最近很穷嘛，所以我买什么东西我都想要省钱，所以我之前本来要下载摩斯汉堡的 app。结果我当时就正要吃，结果我要下载的时候，我被吓坏了。你知道，Mossberg 的那个 app 评价是2.9颗星，要有多烂才能29颗星？干，如果北监出一个北监 app 都不会2.9颗星。后来我就不敢下载，于是我亲自跑去买了。结果大直镇附近有一个网友说：“朱先，好久不见了。”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前一阵在北监。”那我说：“你今天晚上要来看我直播？”后来他说：“好。”我猜他没来看。好，等一下，这个讲完了，就是赶快自己加1，说你有来看。对，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讲的其实是赖校长的幕僚空间跟幕僚的那个饱足感，或者是幕僚的弹性。他的幕僚牛棚真的太小了。这我真的觉得大家没有感觉吗？从蔡英文换到赖清德，光是幕僚的水准就差老大一截。那个稿子写的都完全不一样。真的，这非常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赖清德觉得那都是蔡英文的人，所以他都不用，他都要用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是，我跟你讲，当然希望马上回报校长要说，我有帮校长讲话。我认为校长被蔡英文搞了4年之后，他身边的跟的人、培养的人，通通死光光。是啊，最后只剩下那种招妓的啦，手脚不干净的啦，他自己是没问题，但底下人老二不安呐，有老二不安到现在还可以吃尾牙续托，然后他妈嗝，到底嗝了没啊？没有吧？但是妈那么严重，应该快啊！好，不晓得，我不要再得罪人了。但我的意思说，以这样的状况还进中央，就表示他的人真的被蔡英文弄完了。而且那1年对他来讲4年对他来讲很消耗，他不准公开曝光，也不准让自己的幕僚，也不准好好的建立办公室，所以等到真的要出来打的时候，妈打不了。这真的好，我们就不要说那个人是谁哈，就你知道我也知道，那我们就希望他早日康复了，人死为大啊，不是，我觉得可以康复吗？你看我都有点怀疑那个什么。这个前院长嘛，可能都已经大去之日不远矣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显然他的幕僚牛棚真的很弱很惨，才会出这个状况啊。那怎么办呢？但是正常的人发觉自己身边的人不够强，应该要干什么？补强嘛。去重金礼聘，去找这一些高手来。结果不是，赖清德是自我感觉非常非常良好，他觉得没有幕僚的，我自己上就好了。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你看每一次他的幕僚稿子已经写得不好，那也就算了。可是他照着稿子念，只会出小事。可是呢，我们赖清德莱尔校长呢，非常喜欢神来一笔，就是呢，念稿子念到一半，突然之间加几句自己的，不要啊，一加就死，你知道吗？他现在每一次只要公开讲话，都是一场灾难。这个我得要讲啊！等一下，刚刚有网友讲说，现在已经不是一只脚踏进北监了，是只剩一只脚还在外面，让我们赶快唤醒自己的求生意志，我赶快往外跨。但我个人觉得呢，人倒霉的时候，什么烂事都会发生。是啊，我真心觉得，各位你去看，这个不是命世之说，而是这个负面情绪会吸引负面情绪，然后负面的运势呢会吸引负面的运势。你这辈子。我们看遍全世界的领袖，有哪一位领袖呢？他妈在拜庙的时候去武庙被
妙公吐了一身，这个真心没有过。而且那个衣服后来是不是送给韩国瑜？刚才我不知道。哎，来，由于我已经一只脚只剩一只脚在外面，来，斌哥先念一下抖内。那还等什么？大家上啊！黑书袜随痕，大家晚上好，赞助一点斌哥的通告费。话说古代有人留平头的吗？然后 Kevin 1.618，老朱的老友又回来了，谢谢斌哥支持斌哥。古代留平头是不是都是犯人啊？应该是，就是会有那个金面或者是头发被剪，应该都是犯人。因为中国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是不可以剪头发。然后感谢韩斌哥来，终于不用当难民。好，难民。Sylvia 张2175，今天终于可以跟上，谢谢斌哥支持的朱大有情有义。子祥 B2J， 感谢韩斌哥庇护所1年来收留我们这些难民。好 Easter Chat， 感谢斌哥，错误打开 AI 程式刘建一，欢迎斌哥回来跟老朱开讲。坏掉龙龙酒，请支持单人阿鲁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朱祝福打气。感谢斌哥于外界环境黑暗、本台内部环境杂处盘踞山头的最惨状况之下，撑住我们这些难民，非常感谢。而且他还做菜。紫金，你地里捞不到鱼。斌哥大意，当难民的那段时间，虽然我没冒泡说话，但依然万分感谢斌哥的收留。Strawberry Cake 54088，既然是韩斌哥亏月已久，终于又合体了，真的感谢韩斌哥收留我们这些难民网友，这集肯定很精彩，请各位先按赞，谢谢。然后 Every VS Win， 然后谢谢斌哥，小美01，谢谢斌哥情义相挺，斌嫂每天彩彩帮忙出气，因为有人送我一个那个莱尔校长的鞋，那个脚踏垫，干真假的，妈干！我老婆要不是我现在风险很高，我也做一个来给大家看一看。朱嘉义 Y5J 赞助通告费，然后 Strawberry Cake 54088有一说一，叶元之罢免结束后连续走路直播切票1个月，真的有够屌！线上同上一度达到2万人，根本板桥之虎，他现在真的变成板东之虎。不是因为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当你全台湾的人都以为你会死的时候，你就是一只 underdog， 人人得而诛之，但没有诛反而活过来。拜托，我们打电动就知道，你血被打到剩一滴的时候，突然间复活，就跟圣斗士一样，你会变强对啊，那 Peace Corner 斗内没留言，先礼炮小斗支持一下，刘梯两千里有朋来相见，对酒当歌话罢免，先有蛋荒价破百，后有罢免蛋真鲜。张泽元 B2R 斌哥朱大2位晚安，坏掉龙龙酒个人感觉谢总召换儿子一生平安加富加马尼，然后OWTS 9999斌哥朱大合体，坏掉龙龙酒，我党树人民调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是很多个，从党中央、组织部、地方党部都烂到有剩。是做上瘾了，是不是？民调很花钱的呢。对啊，你们浪费这个钱干什么呢？树人为什么要做民调？你不如去买乖乖比较划算呢。我老实讲，你直接去庙里头拔杯，我觉得都还比较。就拔杯大赛，对，好歹可以比运气。对，这至少他是神明指示的对啊。然后 Kevin 苏6923支持一下 ，Tech Huang 1452为学恒回到原位的吃播论时政鼓掌。奥斯卡8J 宾哥朱大晚上好，为今天的氛围抖一下。罗成明抖内没留言，坏掉龙酒带上海 NYKD 武士达人刘赏抖内大罢免，让我们知道，就算贵为曹董这种身价。吃的也很平淡，主要是平，也可能我们大陆女子有其他特殊技能吧，我觉得不错啦，还是罗志正委员爱台湾，体力又好。然后蛙子欢迎斌哥支持朱大，然后李景浩斗内没留言，苏扣乌5757斗内没留言，刘梯两国党不灭，绿营长盛，国党一灭，生态重生，恭请国党为国捐躯，死而后生，再造民国。牙 Rally。原职工最大的工程就是罢免前那个民进党助理一对 A， 我要烟牌，然后三宅一生，这些人真的不怕告不怕关妈，你们很敢哦。三宅一生支持斌哥再来做，错误打开 AI 程式刘建一，讲到一对 A 就懒趴一团火，一对 A 为了上微缩挡泥板告 Hank 老师有个恶心，然后 Chelsea， 然后斌哥朱大同学们晚安，张静文斌哥上菜好然后子祥、黄旅加入电子脚镣联盟了。李景浩、斌哥好 ，Kevin 1.618，今天又是找回过去的经典夜晚，马年过年假期完美收尾，谢谢斌哥朱大。
季炯想问两位，麻科不是说大罢免是24选完就决定要搞吗？既然这么早就决定方向，校长还当缩头乌龟啊？校长就不想当校长从头到尾都不想。我跟你讲，我说话我负责。校长从头到尾就没有1秒钟想要大罢免。是啊，你把他硬压上去，让你下台理所当然。是啊，只是老柯这边拖实在是很难看，就是了。他真的撑到最后一刻，而且我一定要念这个 Roger Ten 说这是朱同学更生之后手抖。热烈庆祝兵哥恢复同框，预祝元宵节愉快！大家都在马年取得巨大胜利。兵哥部分利于下周二直播抖内，你看，谢谢我们网友就是这么糟糕，就是我不管直播做死做活就不抖内，要等你回来才抖内，妈怎么怪我嘞？那个奥斯卡8J 希望每个星期天都能直播。坏掉的龙酒带上海流赏抖内，我怀疑校长诚心不让老柯当院长，权力不能分散，这罢免难看到令人发指。被罢的各选区候补人选直接提名，直接上战场辩论选区政策，让公民团体那几只小猫搞个毛线 OK，这个我们要特别讲，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真正令人不理解的地方是，你到底是为什么硬要压着校长的头让他去搞罢免？我可以确定，你光看校长的习惯就知道，他真的不想要做，他真的觉得浪费时间，结果没想到民视、三立、进电视、进周刊这一伙，搞到好像妈真的会成干。讲到这我就气，妈进周刊我人已经在里面了哦。他说目前支持反罢免的人主要有3个，一个是郭正亮，另外一个是蔡正元，第3个是朱学恒啊？为什么会有你？干他鸡巴我这是乱写啊！我人已经关在里面，不知道2个月还3个月，然后说朱学恒在支持反大罢免，你看妈多鸟，人都妈挂了，关在里面数馒头吃牢饭，还要说我支持反罢免，干这真的太冤了，真的是冤到妈，搞不好又被这样子又被多关几个月，真的妈很扯，干赌烂。所以我必须说，那个整个氛围哦，当时有一阵子真的是嗨到绿营每个人都认为大罢免少说也罢掉5-6个，然后多的甚至有人罢掉10几个，所以就出现那个名场面呢，就是那一天伟汉跟那个伟汉去雅虎的节目嘛，然后那个本来还有连线啊什么东西的，然后结果一开始就叫他们猜嘛，猜说大概会罢免掉几个嘛，他们最多有猜掉罢10几个了，干真的假的？王一川是吧？不是川工，然后结果大概一开始不到30分钟，全部都不讲话。因为当天有开那个线上直播啦，对啦，当然不讲话，谁叫你妈没有真的认真？你知道那天罢免到后来三立多猛，知道？干脆直接放广告不进棚了，超屌！历史哥那天多好笑，他们就那个雅虎找他来连线，但是因为是跟三立合作嘛，对，然后结果呢，直接跟历史哥讲说，你今天就坐在那边不用讲话，因为不会 take 他。那也很好，要叫我，这种 case 以后发给更生人啊，更生人最擅长坐在那边不讲话。是啊，但我在监狱里面，我基本上都不讲话，因为大家都想说，这个人看起来不是很好亲近，还是不要靠近他。正好妈怕出事，我都不讲话了，妈还说我支持反罢免，看真是他妈鸡歪。好，报告完毕。那段时间过去了，可是。要讲的是，为什么最后陨落的竟然就是这2位孝心？第一个，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进去之前呢，老柯还很开心啊，各种引用诗句啊，什么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呐，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结果鸟 no， 最后妈32-0呢？对啊，老柯下不了台啊。对啊，因为。老实讲，老哥那个时候真的超级反常。你看他什么事情，他在那个协商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拖延，一开始就从那个开天辟地开始一路跟你讲，随便哦。我听他们在场的立委跟我讲，老哥每次只要一开口，最少1个小时。对，他就撑住了。幸好韩国瑜的射护线很强，是啊，因为我跟你讲，林嘉欣最近很开心，他说干，终于没有人在问我射护线的问题了，因为现在都要问赖清德射护线怎么样。就是老柯很厉害，他一直讲，不用尿，不用，他要离开多半是去抽烟，他不会去尿尿。对啊，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也算蛮成功的啊。我觉得老柯在
里面没有不敬者啊，在立院没有不敬者，他很努力，但是问题就是被那些青鸟、黑熊、绿蟾蜍搞坏，整个把社会氛围搞得第一个极端对立，然后大家就各自选边站。那第二个呢，把中间选民全部吓跑。本来我相信有一些中间选民，他对那些蓝营的立委不见得是很满意的，搞不好想趁这个机会把你罢免掉也 OK。可是问题是你们搞得太过头、太夸张了。那时候真的是搞到，没事就在街上到处去呛人，到处去出声。因为他们觉得顺风啊，妈是啊老娘现在顺风都是我的锅。哎呦，电话来了，是我们的电话。这谁？等一下，我要拿给，不然我接起来怕又是妈地检署通知。哎呦，小心！来，直播到一半很害怕有人打电话，这个真心不骗。还有现在没金总，搞不好金总打来。警总打来，搞不好在门口就直接按电铃要进来了，好不好？直播到一半被抓走，又不是没有先例。开门，麦当劳欢乐颂。麦当劳欢乐颂。但我的意思说，老柯其实严格来讲，以他做到不算不努力啊，可是我就不知道他是被什么猪油蒙了心，还是鬼遮眼，他为什么那么坚持，觉得一定会过，而且在不管摒除一切的阻碍，党内不是没有人有理智，甚至府的高层也有人觉得还是不要这样搞，但他就硬干了，而且硬干完不但没过，校长还继承他的遗志，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被鬼迷了心，你知道？就突然之间，老柯其实这个朱大应该也很清楚，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欢人，他其实是很理智的人。他过去是以乔出名的人，所以他怎么可能是那种神经发作在那边莫名其妙乱搞？我不知道，我不懂。他照理来讲应该是要有经过规划，而且我认为他当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认为罢掉岳如尔，他最好一举翻盘过来之后，他就可以如愿当上立法院长。对啊，他的目的是这样。可是呢，正常人都知道，罢免你何必去搞的这个到处全部都是全面性的罢免？不是，就应该真挑10个就好了。对啊，你基本上当时的状况是弄掉10个蓝营的，你再补选，如果成功绿营上，那就翻转了。是啊，那差20票对啊，一来一回，又变成立法院又多数，然后呢，你们以后高金干嘛？老柯又如愿当立法院长，不是以后立法院整个都是妈吸烟区。对啊，然后民众党就彻底被废掉，因为那8票就真的变成老柯所说的没用的8票。对啊，结果他们不这样选择，反而是全面性的这样去搞，你等于是，然后讲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你今天如果告诉我说这个蓝委做的不好，你去罢免他，也许我可以认同。对，你告诉我一次有32个人做不好，而且其实本来不只要罢这个，他是打算所有蓝营立委都罢哦，是有些人报不了，连署不了，然后搞不定，才只有32个。他们本来连陈玉珍在金门他们都要弄啊，那你在金门你怎么可能弄得赢陈玉珍嘛？对不对？自找麻烦。你看，我讲比较那个一点，陈玉珍只要他在金门县长选举前没有被抓进去关，他就一定会当选。会啊，保证就是这样，没有问题。对啊，好不好？这就是生态啊！金门人很多都在收厦门的房租，好不好？是啊，那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老柯那一阵子真的有点鬼迷心窍的感觉。可是他被鬼迷心窍也就算了，莱尔校长还继承遗志，继续鬼迷心窍。对，他丢的是校长的脸呢。像我们这么忠于校长的人，我们说校长原来忠于国家就干净操劳，怎么现在变成跟老柯一样的状况？真是搞不清楚。对，赵日军讲的对，是31个，因为还有一个是高虹安。对吧？他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你知道那时候好多人私下跟我讲，他们认为真的可以罢免掉高虹安。他们也是很对自己有信心而且高虹安后来拿到的票，好像比他原来的票还高。看这是什么见鬼？所以你就知道新主人多堵拦民进党。那完全是把对民进党的堵拦转化成给高虹安。就是我没有很支持高虹安，但是我为了堵拦他对面人，所以我立刻挺他，而且挺到他的数字一个爆表。那所以现在的状况是高虹安
怎么样？这我也不管啦，反正这个接下来3审要不要打回去不一定哦，各位。如果今天这很难讲，这个打不打回是看他3审的状况怎么样。是，那打回来再到2审的话就没有这么乐观。但是干我什么事？我现在可是一个 AI 制作达人。那今天就是探讨过去的历史，所以开开心心的跟斌哥讲，免得又把我抓进去吗？妄议时政啊，我们这个不是时政啊，我们是妄议过去的历史。我们是考古题。对，这考古题。所以好，那一段时间到底老柯用了多少力量把这整个东西炒起来嘞？他用尽全力哦。其实他到处去动员，然后结合曹兴诚，然后曹兴诚在搞这些所谓的公民团体，然后他就去要求整个党内。因为当时老柯等于是党团的实际主持人嘛，所以呢，他就要求党团立委跟他们的所有下面子弟兵这些议员全部出动，不准有不同意见。对，你有不同意见，老柯就开干，是啊，干久了，立委们就不好意思讲话了。是啊，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面动员。然后那些议员，我刚不是讲了吗？每一个都干在心里口难开，但是被上面逼迫，还是必须要交出名单、交出资源，甚至还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哦，你要负责去，比如说去拉多少票啊，或是要铺多少版面啊，去搞这些东西，每一个都干得要死，对啊，那些资源本来都是要留在今年用的，要去年全部都花掉，结果今年就大家有点虚弱，对啊，因为那个青鸟那时候罢免很秋条哦，是啊，给我办公室，给我联署处，给我人力，他妈通通都是伸手牌，是啊，伸手牌到最后，那些议员想说靠，都被你们拿走了，我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最好笑的就是，等到大罢免失败之后，这些公民团体全部有没有万众一心，全部都在骂民进党，都说你民进党不努力才害我们这样子。这些公民团体根本没搞清楚，如果没有这些民进党给你们的这些资源，你们根本连个屁都搞不出来。我讲实在话，那就我觉得讲直接一点很多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太逆风了，是啊，你也不谦逊，你就是觉得我反正顺风球，我就各种各样顺风打，就打到最后呢，能力不足，你球棒都抓不到了。抓不住之后呢，就各种翻盘，各种烂。但我们还是要讲，大家也要感谢这一波把国民党打到觉得自己所向无敌了。那不然你看看，你接下来我跟你讲有得看那个什么那个军购啊那些议题什么的，他基本上就放弃老美那边了。可是放弃老美那边又被压着回来，要上谈判桌，要上这个立法院，所以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幸好我不用妄议中央啊。但我再拉回来讲说，好，那曹兴诚曹董又是怎么被挖出来的？一个老人，平常没事玩玩共谍也就算了，也算是为国家牺牲，怎么被搞到又要出钱又要出力，而且又被人家提到什么当年要捐30亿什么的，最后有没有捐？就跟那个486一样，说我有捐，我要捐3亿啊，但是我当时要捐，后来被人家挡住了，干这么可怜，3亿要丢没人要，那不丢给我？不是，我老实讲，486那个一听就知道是不可能。为什么？我们个人是不可以捐款给国军的，你知道吗？所以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但没关系嘛，绿营的支持者就是不讲道理、不读书啊！你要跟他们讲道理干嘛嘞？因为其实不止他试过，老曹，你记不记得当初他要搞300万黑熊勇士的时候，他本来不是叫国防部借给他什么那个要什么借靶场、靶场对啊，训练的那个人力什么东西不行，国防部就跟他讲没塞，因为法令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他不可以随便跟民间团体去做这种合作，所以老曹根本就没捐这个钱啊，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不能捐啊，依据法律你是不能捐的，你可以捐给大学，譬如说你要捐给国防大学，或者捐给3军官校，但问题是就没有啊。是啊，就没有，实际上也不只是那个没有，他连清华大学那个捐的也是假的因为他连这个都被挖出来，你看为什么我说老曹陨落？就是以前拿来沽名钓誉的东西，后来被证明根本没有。不是老曹这个250，你自己碰风胡说八道也就算了，你知道人家翁小玲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他不爽，他跑去告翁小玲啊，翁小玲也被告。对啊，然后结果不起诉就不是嘛就这样。事实就是因为后来你知道老曹这个250还跳出来说。我确实有捐啊，是联电捐的抱歉，联电捐的又不是你捐的。对，不你捐，公司法人是公司法人啊，自然人是自然人啊。是啊，所以你看老曹沽名钓誉了40年呢，
这40年来他就一副我捐了清大多少钱，怎么样，结果搞了半天是林烈捐的，这真的是很丢人呢。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曹兴诚是先告我，后来才去告翁小玲。结果呢，翁小玲的案子都不起诉，处分出现了，我没有消没息，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啊，我一直到去年12月，我才收到不起诉。这么晚？对，那就是等小弟出来的时候，你才收到不起诉书，拖这么久。是啊，不起诉书一般不会拖这么久因为我2月多报了嘛，然后3月多他就去那个刑事局检举我，所以3月初刑事局就叫我去做笔录嘛。对，然后做笔录的时候，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为了要大罢免的关系，你是不是要去帮徐小新怎样？我说我从来不认为徐小新会被你罢免掉，根本不可能。有啊，但徐小新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很惨啊。不是然后老曹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也很贼，因为他知道他如果用告我的方式，就告我就是伪造他的照片的方式，反而要呈现出来。对，你要举证。第一个他要举证，第二我可以反告他诬告。只要证明的话，我就可以告他诬告。结果他不是，他告我违反选罢法。但是他又不是选举当事人，你违反什么选罢法？他说因为他是大罢免那个徐巧芯的召集人所以呢，我是故意要去干扰他，是要去违反选罢法。哎呦，背后的律师辛苦啦，你他妈搞来搞去，那逼的老曹不用出去作证，关于那个照片是不是真的？是啊，然后绕了一圈又一圈，好不容易想办法。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好啊，你真的要验证，那我就当场验鸟。对啊，来看看到底对不对？对啊，好吧，因为这是私密的事情。是啊，结果他也蛮贼的，他大概有问过律师，就只告我违反选罢法。那他会不会也给律师看他老二呢？应该不会。你看像不像？你看像不像？应该不像吧？不是，然后最好笑的就是这个，后来他们检察官处分不起诉，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了2个软体去验，验呢都就是其中有一个团体。有一个软体无法辨识，所以其中有一张无法辨识。那其他的软体都验说这些都是真的照片。然后呢，唯一那一张有一个软体辨认不出来那一张，抱歉，不是有小小曹那一张。所以你就知道不是有小小曹那一张，反而有生殖器官的是对，不是确认不是 AI 的两个这个验证软体都验证它是真的照片，就这么简单。然后呢，老曹不甘愿。又申请再议，然后到今年1月多的时候驳回，又到今年1月多驳回，所以2次驳回应该已经不行了，就不行，他就不能够再告我，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老曹多无聊，你自己拍的照片，我跟你讲，那个照片是他自己拍的，你知不知道？那还用说，自拍嘛，老人对不对？这个就觉得自己了不得，我找了个年轻妹，我一定要拍给大家看。不是，你想想看，你自己拍的照片为什么会流出来？你自己去想想看，为什么会流出来，你就知道。但让我们拉回当年，在去年我在北监就很想要问问题，可不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在保护当事人当然不是保护曹兴诚啊，保护当事人状况下，说明一下你中间查证过程，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查，他如果给我，我还不敢报嘞。是他一开始给我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对啊，因为老实说，这个牵涉到两岸的事情很难查，尤其牵涉到下体的事情，所以呢，我当时就先去问了我香港的朋友，因为我听那个提供资料来源的人说，这个当时老曹跟这个女士在香港是非常高调，这么高调？对，然后我就去问我香港朋友，你有没有见过？我香港朋友跟我讲，他有见过，他确实有这个人，而且他见过，而且当时他们因为这个女孩子也是做古董的嘛，有古董拍卖买卖，所以那一阵子他们在深圳、在上海、在那个香港。都非常高调，两个人出双入对，然后到处去做这种古董拍卖，所以见过他们的一大堆。OK， 然后我去查，确实真的有名有姓，真的有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还有什么好讲？你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多，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又不止这一个。这我在想，只有一个才怪了。对啊，但这个查证，所以你光是问人，有目击证人，然后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候选人等等，所以才敢公然站出来，是啊，说，所以我才有把握啊，不然的话，人家是身价数百上千亿的大老板呢，我要告他当时如果学郭董当年一样，直接假扣押我，假扣押就要死啊，对啊，我就惨了。像我是还好，因为我户头也没有钱，我是还好是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是领现的。
哦，这怎么搞？跟妈毒枭一样领线，就跟那个吴子嘉一样啊。吴董也是已经脱产了，所以你现在告他球场，那个谁陈时中怎么告他球场都没有用，不好意思啊，他领线，而且出钱的也都不是他，所以扣不到他钱。我想吴董厉害的很啊，你不要傻傻的，吴董早就做好所有的后路，他都想好。对啊，人家我是觉得妈蓝营一些啊，算了，多讲没意思。反正吴董终究还是校长的人呐、那你今天觉得吴董讲什么，他一定对赖清德怎么样？没有啊？但你去问吴董就知道，吴董跟赖清德可是好朋友啊。老实讲，当初我为什么要报这个东西？就是曹兴诚变化太大了嘛。你之前是极统派，你还不是统派，是极统派。你还为了这个跑去新加坡？是。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因为司法迫害，所以跑去新加坡。你司法迫害你个烂呐！我讲实在话，他当初有没有因为联电案官司产生？有。可是呢，他什么时候移民去新加坡了？他联电案被判无罪之后，他才去新加坡。他那个是核建案，是对吗？就是核建案啊。所以你根本已经被判无罪，你司法追杀什么鬼？你根本就是为了逃税才去的嘛。但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他的第二代是要当兵的哦，在新加坡的制度里面，第二代要当兵。那不知道小三的第二代算不算？我老实讲啊，就是你以为他只有一本护照？你怎么知道老曹他儿子现在哪国人？真心不知道，可能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状况。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恶心。就是你今天你要急统的时候，拼命在那边讲什么两岸和平共处法，什么乱七八糟一样，然后你跟这些中国大陆的女人搞得如胶似漆的。那现在你又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回来，在台湾兴风作浪，到处推动这些东西。老实讲，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受我老公指示才来这样做。我这样讲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但我稍稍问一下，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界限很难拿，万一他告你散布猥亵这个照片什么东西是怎么办？我马赛克啊。马赛克是吧？那是不是那个老曹那个马赛克很小？就是没有太多就遮得住，没有就小小一块嘛。好，因为这个东西我在想说，如果告涉违法的话，搞不好会中我跟你讲，我以前是在苹果日报，我是专门就是偷拍组的。专业，所以我知道法律的限度在什么地方。那我把你相关的这一些重要部位都已经马赛克处理过了。那剩下的东西没有任何猥亵镜头，那其他就不重要，比如说大脑什么之类的。对啊，这个重要问题。对啊。60岁的人意识形态会突然改变，我是不信的。没关系，我也不信。但是，因此我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结论。这个我们讲出来就是仅供参考，仅供参考。那我讲出来给彬哥笑一笑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反正事情也算过去嘛，2次再议都不能过。对，我个人认为。老曹这个事情的曝光呢，不像对岸的国安跟国保，像台湾的国安，是因为前一个相关的案例，我已经各位注意我说这是假设，公堂之上假设一下，没有罪吧？我的假设是他的模式很像罗致政，很像所有民进党要选立委的人呢。都是被找了一个管道，然后曝光出来，你这边不行，那边不行，而且更重要的是，主要都是动人家老婆。动人家老婆什么意思？就是你本人不在乎，对不对？民进党很多人是不要脸的，你到时候招妓啦，或者是你去干狗什么东西，没有人管。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夫人掌握了你的生杀大权，像譬如说罗致政，因为每次那个出来选的时候，他老婆都要跟着出来，那所以呢？那动他呢，就让他老婆没办法跟着出来的时候就很严重。那老曹呢，有些事情就不方便讲，反正彬哥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动老曹的目的呢，是要断他的金流跟可以操作那个钱的时候，他就会怕。那他会怕呢，就要逼着老曹做对出手的人有利的事情。但是在这整个案子里面呢，在整个案子我还是在强调啊，这是一个推论，公堂之上假设一下不犯法是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唯一得利的是台湾的国安，
不是对岸的国安。是啊，因为老共的模式呢是怎么样？如果他觉得曹先生有问题，是那个女的会上电视开记者会，是啊，是老共会说我们不但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叫那个女的出来指控你嫖妓不给钱。大家知不知道我那个案子发了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有人通知我说，奇怪，为什么那位女士在中国大陆网络上的资料全部消失了？大陆那边的网络在封锁那个女的资料。正常来说，老共应该曹清城这东西通了天，他们应该大做特做啊。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老共不报道这件事，不报道，完全不报道，然后还去把网络上关于那位女士的所有资料全部把它屏蔽，基本上找不到这个人了。对，为什么？你们想想看，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就不多说了，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彬哥很清楚啊，社会案件如果杀人了，一定看谁获利嘛，对啊，然后谁跟你有什么相关的，在这个案例里面，老曹忽然临老入霸从，忽然之间变成一个霸道总裁，到处去霸人，是啊，谁获利？你自己想想看啊，对啊，而且民进党的人对自己人下手是不留情的，好不好？不留情是什么呀？罗致政。第一个外交长才，第二个也是一个摄影师，而且其实他也蛮上相，也受过高等教育的。那把他拔掉了，难道是要让叶元之上吗？当然不是，是为了拉下他，不惜一切代价。那谁获利？出手的是谁？而且里面那个罗致政的录音里面有一段是跟我们的英皇对话。对啊，那谁听到这个对话会生气？难道是我吗？难道是共产党吗？而且大家没注意到这个套路，本来想好了怎么样 ？OK， 没关系，就算到最后是叶元之上好，叶元之那么弱，到时候大罢免就把他罢掉就好了。有没有觉得？我跟你讲，这个才是真正的阴谋论。就是我觉得出手的不是对岸，也不是香港，是啊。是获利的那一边出手。我跟你讲，就好像刘世芳今天这个事情一样，你认为那是老共报的吗？我根本不认为，因为老实讲啊，老共手上这些资料多的不得了，但是老共其实你当然没注意到，老共从来不想碰这件事。不然的话，你认为沈伯洋的老爸在大陆做生意，他们会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啦。当然知道，老共为什么过去都不讲？其实对老共来说，我如果真的要对你怎么样的话，我干嘛要公开？我当然是私下跟你讲就好了啊！我公开不是这一招就无效了吗？我为什么要公开？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刘世芳这个东西很显然是另外派系人弄。我有看到哈，这个东西你们自己想想看，谁获利谁获益，出手的就是谁。是啊，那老共在这些案子里面都没有获利，也没有获益啊！他妈他神经病出什么手？他出了之后还要怎么讲？你要不要去看看内政部怎么讲？他说对岸意图威胁跟动摇我们的内政部官员啊！我就想说，那讲一讲有没有这个事嘛？没有就说谎啊！那到底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真的有什么好回避的？我觉得刘世芳那个反应超奇怪。如果有人来问我外省做什么事，关我屁事啊？对啊，对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干嘛要害怕？干嘛要还击嘞？就跟外交部为什么我说他们最近感觉反而很像那个国防部，就什么瓜地马拉还是委内瑞拉我都忘了，瓜地马拉好像总统又讲一个什么那个 Ortega 吧，还是奥瑞加我忘了，他讲了就外交部出来，外交部部长呛他。我想说什么时候台湾外交部长变成国防部长，引兵去攻？结果呢，我们遇到美俄两大强权，俄罗斯骂我们赖清德是条狗，然后呢，美国人直接说我们台湾人是小偷，已经讲好几次了，最近又讲一次，对，然后结果我们朝野上下没有任何反应，大家都当作没听到，没反应就不敢。那你说蓝白也真的是孬啊，孬到这个样子，不太妙啊。那好，这个我也要先讲，为什么我觉得出手的不是老共，是因为老曹啊，最后的反应很奇怪。老曹第一阶段罢免完了，干就翻脸走人了。对啊，这个正常不会这样做吧？而且大家不觉得吗？你说曹新成真的是来帮大罢免的吗？我觉得他来是捣乱大罢免的，你不觉得吗？整个方向就不太正确。而且你看，我不知道他跟徐小新辩论那一天，我不知道当到这么大老板的嘴巴笨成那个样子，讲话结巴巴支支吾吾，不，他就不需要，就跟当初
那个郭董不是郭董，我想到的是跟吴宗宪辩论的那一个。哦，那个谁啊妈，现在也一旦新人换旧人，青鸟也把这个老头踢开了，冯光远啊。冯光远，我们想说你一个文人多么了不起，你写那个给我报报那么厉害，结果去上节目，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彭丕主持的节目的时候，让他们两个辩论一辩就炸了。是啊，我跟你讲，光远哥大概只能写文章，那个口才实在是真的不行。你都要叫他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他光远爷？他是大前辈啊，对。这么大，我们今天他在主持给我报报的时候，我还是个刚入门的小记者。哎呀，他在主持给我报报的时候，我好像还在吃奶。这样讲有没有太夸张？但我的意思说，就是不要在你不擅长的地方跟人家打仗。那好。我觉得不合理，也就是前面那么忠君爱国，那么为国为民，怎么大罢免第一阶段一结束，马上翻脸走人？是啊，这感觉是那股气压很久，我他妈已经做了你们要做的事情，你还要我怎样？北宋造啊！是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老曹的动作是很奇怪，非常奇怪。那你相不相信？搞不好这一次选举选到一半他又回来？真的吗？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那我倒是觉得他有可能又跑去香港跟小妹子约会。他可能现在正在。那就不要对我们特别介意啊，拜托，好不好？不过老实说啦，人家有钱，对不对？反正他现在没有婚姻束缚，他高兴怎么样，只要对方没有吗？他现在以为没离离了吗？他跟他老婆离婚了。对啊，就是那个据说什么古董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他才会出来呛家嘛。他这样的不是说他没有婚姻关系，而是说我当时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又没有通奸罪。是这个东西对吧？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是有婚姻的啊。对啊，他当时有婚姻啊，但他后来就离婚了啦。那这个也是一个尴尬。小黄说现在同上2000人呢，各位兵哥来这边同上2000人，大概有1600人左右是冲他面来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彻底跪拜感谢他。下一次是3月15号，也感谢各位的那个抖内目标也达成。我要感谢朱大，因为我现在直播都超惨，我现在直播只要超过1000人就算很多了。干，真的假的？真的。我最近流量，那你是不是跑去乱做菜的关系？我不知道，其实也有人跟我讲说可能这样，就是 YT 他会这样，就是你经常弄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会觉得你很奇怪所以他那个就是他会认定说你这个可能是高风险频道，我就先不要推播你。真的对，那我每天都在弄不一样的东西。是，所以你这样，你最近这样一直大量丢，你会不会觉得你流量反而下降？有，但是妈我也没事干，你知道？我今天还有一个狱友来问我说：“请问应该要怎么办？”我说：“没问题，我现在很闲，我可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做那么多 AI，就是反正现在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有人说：“你怎么有办法出来之后1个月就同时用7个 AI 做那么多事情？”我说。干你啊！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选的啊！妈，你不然去问妈郭正亮为什么从来没上过我节目？你以为是我不邀他吗？不是，这个不用多讲了。但我的意思就是，不然怎么样？人自然要进步，我要活下去啊！不然难道我要死吗？那当然就是尽量往下走。那反正就拼，没有什么不能拼的。所以兵哥愿意来，我也很感谢。那些不愿意来的呢，就是缘分到了，这个莫再多提，不强求啦。你看馆长国昌兵哥郭正亮每一台都降，不知为啥，不知道是不是我拖累大家？没有，不是。我觉得第一个啦，就是大家政治疲乏了，而且最近现在选举还没有开始热，然后最近的话题其实全部都集中在国际上面啊，真的。我明天要讲伊朗哦，我明天要讲伊朗跟川普，因为今天兵哥来了，我觉得谈国际，你之前下午在 T 台谈什么？一样啊，有谈伊朗啊，有谈伊朗哦。对啊，今天最火热的就是这个啊。这不是啦，因为伊朗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快就会结束，差不多了。川普赌这么大，就是因为他赌他很快结束，而且已经斩首了。对啊，哈米尼已经挂了，不然是怎样？对啊，现在就是看伊朗到底是谁接了。对啊，那如果接的是亲美的，那就搞定了。对啊，那如果是一个比哈米尼更凶的，那就再炸，马上再炸，交给那个以色列炸，反正以色列炸人也毫不留情，就这样突然之间就战争了。为什么？因为在国内川普的支持度跟其中选举有危险。是啊 ，Sylvia Chang 说支持朱大，不知道今天人数会不会赢过鬼鬼台长？我跟你讲啊，到2000到2500就已经很多了，这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等下，
就不便多说，鬼鬼也是有情有义。那但这个大家不要标准太高，兵哥来这个是实打实的差别。啤酒说兵哥跟朱大的厨艺只差在 AI， 就是这样。我昨天网友还抖内给我，然后我跑去用那个可伶 Clean 的差别就在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妈，我都可以开课了。我跟你讲 ，Clean 的背后是快手。快手就是专门做剪接的，还有快手做直播的，所以它的训练来源呢，主教就是这些妖孽，就是妈这些那些直播主啊，然后化很多妆啊、美颜什么东西，所以可伶的那个女性跳舞的影片哦，会有异化。异化是说我们修图的时候会修到你背后的墙也歪了，门也歪了，然后腰修的特别瘦，对不对？然后你问说可伶为什么你 AI 做出来的图会有这种预设的异化？因为我们训练的影片每个人都异化，因为我们快手剪出来的东西里面还有快手直播的，每一个都异化，所以我训练出来我的 AI 就以为女性跳舞中间就会异化。然后呢 ，C Dance 呢为什么做得好？是因为它基本上有 TikTok 跟抖音这么大的资料库，所以他做的一定接近真人。是，那所以他的东西好。那 Google 呢？因为他怕被告，所以他也不敢开发出来。Sora 最近我做也很凶，像我最近做的，但 Sora 有个问题，他不太懂做菜，所以我叫 Sora 做一个那个什么butter chicken 奶油鸡还是什么。他就给我鸡块掉下来，就这样子，他也不会给你拍剁啊、切啊，怎么扑咚就掉下来了。每一个专长不同啊，对啊。等等，中天的标题说兵哥是最挺立文的名嘴，我没有挑衅，我没有升事端，只是网友抖了，我有最挺立文吗？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当初其实就是因为立文是第一个说他要参选的，所以我说那既然你要参选，我就支持你，就这样的。对啊，没有啦，而且这个立文姐很简单嘛，就国民党物极必反啊。孬种的多了之后，正常人反而变成勇士。那你其他人看是不是很孬种？什么老赵啊，什么老好这些人都几岁了？妈干银发族是不是？我都想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出来选。结果搞了半天呢，那个什么算了，不要再讲，又得罪人。这个怕麻烦，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兵哥的厨艺单元感觉很实验性。我就是在实验啊，我就是去网络上找一些看起来很有趣，然后我又没做过的东西，就来试试看。邪修是不是？就邪修的我还没做，对啊，但是就是好玩嘛。因为就是每个礼拜六早上跟我老婆两个在那边玩嘛，但老夫人好像不是很满意，常常听网友讲说常常骂你。是啊，因为我老婆是完美主义者，她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按照步骤一点，还要弄脏我的厨房，该死。然后我就是随便管她，噼啪啪就这样做。对啊，所以常常被她骂。那个谁老好，我有访问过，你知道当年我已经忘了是做什么节目的时候，跑去访问老好，看他示范什么东西，我真绝了。他示范空手剥柚子，空手剥柚子，就是把柚子整个扒开来，表示他有练功夫，然后力气很大。虽然这个迷之操作，我现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也搞不清楚，那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等等，让我拉回来，老曹的最后反应是真的觉得民进党对不起他，还是他就趁机说，你们要挟我已经做够了，我现在也要下台。是，那所以才会这么急躁急促，就慌啷就落跑了。怎么搞的啊？我有点搞不懂。就是以老曹，虽然他口拙，虽然他的照片看不出来有很雄心壮志的样子，那这个但有必要这个下台，然后把梯子也给拆了嘛？因为我觉得就是搞不好老曹出了钱，搞不好都出一点小钱，真的大钱他都没出。那不然谁出钱啊？共产党。然后他持续挺下来，他会想说可能要出更多钱，所以他就先绕跑，先走。然后呢，我估计他等到今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他可能又会出来啊。对啊，然后又在那边喊哇，我们要抗中保台啊，这些国民党这些东西全部要怎样，然后又可以帮民进党败票，又来啊。所以我真的很怀疑他是老共派来。
我真的非常怀疑。这真心不知道。来，让我看一下642，为什么抖这么特别的数字？这么怪，对不对？好，我看一下啊，我刚念到哪里？之囧。想请问两位，马科不是说大罢免是2次选完就决定要对，那李景浩这个没有抖内，上海留赏，秦明说台南地下电台水平因为他抖的是那个日币所以会变成这个奇怪的数字乙又来了。然后刘体两说大凶之兆无所惧，妄议朝廷众兴奋，寒冰之气引流来，猪仔只爱论时政，没有好不好？不要再害我啦！妈，校长。原来我已经脱离了校长的狙杀目标，现在又他妈回来干嘛呢？这个贾斯汀邦说欢迎韩冰哥再次返回朱大台，抖内微博通告费 Julie P90 看到冰哥来蛮耳目一新的，不错。刚那个 Roger 好像没有念过Roger Ten 我刚先念因为他很鸡巴因为他说朱同学更生后手抖。热烈庆祝兵哥恢复同框，预祝元宵节愉快！大家都在马年取得巨大胜利，兵哥部分定于下周2直播抖内。对，我刚刚有念因为就是平常都不抖，就兵哥来才抖。好，这个坏掉龙九说，我党的素人民调都是叫倪参选人出的，相信两位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民调公司置入嘛，对，要我也赚这个。亮说，这个支持朱璇的韩冰霸权，只要有来宾看对手戏就要支持。因为我前一阵子已经邪修到我在跟豆包直播了，就妈我把豆包开旁边，然后说豆包你怎么看？干你是不是很有我看到那个？对，邦邦蓝色旋风说热烈恭迎兵哥回归反贼窝。Chen Anita 说支持朱大和韩兵哥直播。坏掉龙九说再补充，我党的组织部最厉害的就是省略协调，对每个你参选人都说你机会很高，出了民调前我会帮你。Olash 说当初以为狱中的呐喊超频道反霸，原来在监中我要反击，他妈我连通话的时候我都没有提这件事情，好不好？你以为那个通话真的有保障吗？没有，我连跟立委，我连跟律师我都不讲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原来是无法反击，被媒体爽为版面灌水。你那时候在北监里头，还有一个家伙来我频道闹什么，你知道？他说你解释看看啊。为什么朱璇明明人关在里头，还可以一直不断的做直播，一直不断的有影片？就拿旧的影片我之前进去录好了他没有听过有一种东西叫预录吗？没有听过什么叫遗言吗？妈，国父遗嘱，你现在还挂在墙上，好不好？那你为什么不去闹说妈国父都死那么久了，为什么有遗嘱？干搞屁！看那我扣零说朱大闭关时期，我都看韩冰哥影片度过什么东西呀？Kimi Wu 说这边抖内来，谢谢冰哥，去年有持续到我们晚上线上有陪伴，也跪求冰哥以后成为固定来宾，毕竟愿意跟更生人同台的人真的不多了，我们会更感激。你看哪壶不开一定要提哪壶。AJ 说欢迎朱大回归，看到您亲热和红泪替你开心，接下来2年至关重要，希望大家一起为下架民进党努力，不分彼此。你不要说不分彼此他妈的，你的彼此跟我的彼此不一样啊！而且我都已经恢复直播多久了，你今天才上来，是不是搞错什么东西？别讲了，小弟呢现在已经转型成为历史跟美食的直播主，你还要怎么罢免不分你我，下架民进党不分你我，干不行啊！除非你要帮我进北监关了，再蹲一次受不了啊！我已经学会折那个元宝，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因为之前在里面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劳改，我说没有，里面就是要1个月赚个400块，你要折。那你会不会折莲花？不行，太难了。我们那边是老弱妇孺区，就是我有1/3的同学是65岁以上所以他冬天要给他准备热水，不然洗会死啊！我在整个1年的过程当中，我死了3个同学。你看我们这多弱，所以莲花太难了，我做不了。好，刘体两说前田庆次退隐诗最后4句刚好送给老柯：若无登9品莲台之狱，亦无堕8万地狱之罪，尽情当活之日，死亡不过退隐而已。这个 Mr. 阿卡塞说，当初冰哥频道因为小潮事件，当下变成万人在线大台啦。就只有那一次那你应该趁那个时候疯狂叫人家抖内，我们都是这样要饭的。Sylvia Chang 说支持朱大，不知道今天人数会不会赢过鬼鬼台长没关系，再说啦。啤酒刚念了，坏掉龙酒说带抖，曹抖估计本来想在霸团选飞的，然后看绿的派出来都是这种货色，想想算了，反正可以回新加坡，可以玩大陆妹。干妈那个上海人，不要跟我老是留这种危险的东西，那机车嘞。好，子祥说宅友们都知道，1年来友情和义最佳得主一定是兵哥。
错误打开 AI 程式的刘建一，欢迎兵哥一起加入邪修流，因为他最近都跟那个刘冠超一起用 AI 在做小黄图。是啊，所以请大家不要被我带进 AI 之后自己走歪路。那这个刘梯两说患难见真情，时从劫乃见，情应谁当先？众人自有论。坏掉龙九说银发族是最有钱的，上海老爷叔现在全国各地逛舞厅，校长过段时间超期待金门摸摸茶，肯定能抓到些什么，有匪谍是不是？林小玲，谢你抖内 KJ 说。兵哥，我想其实问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也被挂线监听的？你自己的直播节目有没有怀疑过直播人流内可能有国安人员？有可能有啊，但没关系啊，我也没讲什么。不是我是觉得有可能有，但请他们看完广告记得按赞，对，好不好？不要挑剔。如果愿意抖内也不错了。对 ，James Chen 说合体成功该抖内啦。你看大家都是拖到最后的最后才来抖内，那可是我。这边有一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推蔡其昌啊？其昌在棒球队里面，这个当什么全国什么委员长什么的，很开心啊，干嘛硬是要？他是中职会长。对啊，中职为什么还要出来淌这个浑水？我跟你讲，很简单，理论上来说，蔡其昌上次是去跟卢秀燕选嘛，对啊，因为再来讲，他今年应该还要再挑战一次。他好像没有要再去，他不敢去。因为他知道他输定，对，因为江启臣真的很强，讲实在话，所以呢，他不敢去，就让给何新纯。那他不敢去呢，那要干嘛？他又想要更上一层楼。那之前他可以当立法院副院长，现在没副院长可以当啊，所以他就选择听赖的。其实据说赖要去对柯的时候，蔡昌本来不愿意，因为这样得罪老柯嘛，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是啊，因为没有必要，老柯也是很记仇的，你不要看他。每天只会抽烟，但是他其实对这种东西很不内阁。是，但是问题是赖就硬要，赖好像是给他一个承诺，就是你如果答应我这件事的话，未来将来可能可以入阁，你知道？所以我觉得蔡其昌是因为这样勉为其难答应，那他去当这个总召，实际上就是赖自己在当总召，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简单。因为以前是老柯在操盘，老柯很多东西是不听赖的。那现在不要说很多东西，大部分不听。是啊，就是他那时候硬扛硬干，然后结果赖身边有很多人，跟民进党内部有很多人都劝他不听。是，所以他这一次呢，就是赖决定自己要跳下来玩，以后所有立法院的攻防全部都是赖的主意，就没有任何其他人主意。导致我觉得老柯现在当光杆立委，他还待在那干嘛？就舍不得走啊。我觉得我是他，我就下来了。不然那这样他儿子就但是说真的很难看的。我本来以为老柯就是还盯到最后，因为那天他们本来在协调嘛，协调不成，我以为老柯手上至少有一些票源什么的，对，结果没有，结果什么都没有，就一协调就妈一个光杆呢，直接就被干掉了，很惨呢。他还坚持在那边哦，他打到最后1分1秒，最后果然被干掉。所以我都觉得老柯怪怪的，怎么啦？Bruce 讲说，因为蔡的中职会长任期到今年年底啦，是啊。而且今年中华队其实不会打得很好，你看热身赛已经输了多少场？童子伟都带他们去拜拜。是啊，因为说真的啦，我们大家也不是说长他人志气，中华队的实力毕竟还是，如果以大家都打100场来讲，我们输面是居多了。讲实在话，但有些命就是对啊，就是好嘛，对不对？那就这个对啊，老柯那很秋条大法官封杀赖提名的刘女士，说任何敢投赖的，我妈就要党籍处分。是，其实老实讲，今天这个事情根本不应该搞得这么僵。比如说我是赖，大法官是赖，民众党一个，国民党一个，你们自己去提吧。你提谁，我就提名谁，我们就过。这样大法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 NCC 委员也是一样，你们要提谁随便你，连中选会主委，老实说，我就用你。对啊，有什么关系？你其他委员都是我的我怕什么？对不对？但赖就是不愿意，赖就是他很坚持啊。赖清德有一些东西很坚持，这莫名其妙嘛。其实你掺了1-2个蓝白的又怎么样？他又影响不了什么，对不对？但他就是不要，所以这有的扯了。我觉得真是这样，而且有网友讲 Strawberry Cake 说朱大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达成？你进去之前跟蔡博士说的要一起开国际金融分析节目，顺便欢送一下蔡博士一路好走。也不是好，我讲难听点，要开要赶快，不然就好。我传，我跟你讲，因为我很知道进去之前百废待举，就是要跟家人多相处，要安排很多事情。
不方便，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好，我现在传，但是蔡博士时间不方便，不要怪他，我做了。好，我现在传一下，好不好？就是蔡博士不知道进去之前有没有时间跟小弟来个直播谈，干怎么写成干？好，谈国际金融跟局势。好了，我这个人很害羞的，我就还是传了。那蔡博士不行，请大家要完全体谅我，因为原来就是不想走啦。Teresa 129说抖下次兵哥来，感谢兵哥挺更生人，谢谢大家在本台这么挺更生人。但我最后要讲一件事情，说到更生人，我最后一段就讲这个，讲完我们就下工。为什么蓝白到现在讲那么久？我进去之前在讲，我出来之后还在讲。为什么不在籍投票过不了？这个为什么他妈到底是怎么样？不在籍投票有什么错吗？你之前连民进党都支持是，但是第一个现在民进党反对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好像也不支持。他妈为什么呢？我等下跟你讲，我们今天开场的预告片里面就有播，我等下解释一下。是，身为一个更生人在北监蹲过的，我有我的理由，是一个数学理由，而且非常科学。那彬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蓝绿都，或者蓝绿白，为什么3党都不挺？白的我听说是挺的，但是蓝的好像中间有很多一票人是认为你现在推不在籍投票有疑虑。然后我觉得其实可以阶段性的推啊，也就是你不需要推到那种什么中国大陆也可以投票嘛，不需要到这种程度嘛。你先在本岛内的，你可以不要在籍投票就好了，对不对？这为什么不能做？我真的不懂。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因为我没有遇到那几个反对的立法委员。我有蓝营谁反对啊？好几个人反对。对啊，真的假的？对，就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去问他们的意见。对啊，真的超奇怪。好，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说过，小弟大概是北台湾呢最熟监狱的人了，毕竟出来嘛不到3个月。我先讲一下，目前在监狱里面的同学是不能投票的，是因为他没有褫夺公权，但是矫正署用的理由是窒碍难行。像上一次柯文哲要出来投，对不对？是矫正署说窒碍难行，因为我没有办法押解他。但是柯文哲去奔丧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在里面，我所有东西都试过了。我有去奔丧，因为我家里有这个姻亲过世，我真的奔丧。我告诉你，奔丧要戴手铐跟脚镣，是，而且基本上没有例外。是。那至于你看到为什么柯文哲没有戴脚镣呢？因为他妈的矫正署怕被人家拍到，是，所以他们带了10几个人押1个人。我们平常2个人去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根本监狱人数不够，你知道，北监超收到40%啊，我们的满编是4000人啊，那不满编是3500左右，他超收到4400。好，那我退回来，扯远了。讲到这一个状况，就是柯文哲在里面，他说他想要投票，那时候他好像想要投罢免票，是，那结果没办法投。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蓝白如果有脑，就应该要知道，我讲的不是人权，我讲的不是平权，我讲的是100%会多多少数字。来，截至2026年1月底也就是民国115年1月，中华民国全国矫正机关的总收容人数是63360人，这里面每一个人成年有投票权都不能投票，是，那不少了吧？其实违宪哦，因为你没有褫夺他公权哦。对，没有褫夺公权，所以我要特别讲话，一瞬间，你只要通过不在籍投票，监所的人员跟
监所里面的这些受刑人全部会可以投票，会将近68000人左右，更正太多了，65000人左右吧，包含了矫正机关里面的人，因为矫正机关里面的那些值班的科员啊，什么戒护人员也都不能投票。对啊，那所以你一瞬间会多出来65000人左右的投票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几乎100%，小弟在北监里面接触到的每一个受刑人，没有一个会投民进党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民进党执政10年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只要刑期在10年以下，或者是没有被关超过10年的，都是民进党把你关进来的，没有人会投民进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事情只要一过，会瞬间多65000人一下子投到对立面去，一下子投给在野阵营。那蓝白的脑袋有洞，给你6万多票你不要，对不对？而且现在我再补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支持民进党了，是啊，但是他是因为北漂族，他根本没办法回去投票，所以没有办法投。那是不是我这样讲了？我讲是数学，我才不跟你讲什么什么国之将亡，什么民权平权，大家都有投票权。我说你就问你，瞬间多65000票，你要不要？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去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理由反对。你说民进党，因为他知道现在年轻人不支持他，所以你多这些风险干嘛？现在受刑人也不支持他，不好意思，所以他不愿意。那蓝的，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不愿意。有人说是因为庄脚的问题，这跟庄脚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啊，真心不是为了庄脚，因为庄脚你让他这个 Orange 45123说难民报道，感谢兵哥 Tank J 说好久没看到朱大跟兵哥合体了，趁空闲来抖一下，晚点再补课来。是，所以跟庄脚没关系，那到底有什么理由？对啊，我实在想不出来。再也要反，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赶快让他过，因为说真的，第一个这个节省了很多年轻人的成本，是你。第一个买不到票啊，干嘛很麻烦啊？对啊，就直接，然后甚至我觉得应该开放通讯投票啊。对呀，对啊，而且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就算你值班，你也可以投票，因为你的病人只要愿意，他也可以在医院里面投。其实台湾每年有几十万人不能投票，除了受刑人之外，还有这个医疗院所的人，还有军警消，因为他们都要值班嘛，他没有时间去啊，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你能够开放通讯投票，让他们早1个礼拜就先把他要投的人直接就传回去，不就结了吗？等一下，荒力，我已经讲他妈是不是数学听不懂？不在籍人数没想象那么多，我光是监狱体系的犯人加上戒护人员65000人，65000人已经够选2个立委以上了。你说多不多？你不缺票是不是？65000人很多很多。是啊，而且老实讲了，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对自己有利的当然要去争取了。对啊，你明知道这个东西至少对蓝白没有什么坏处，而且警察跟老师如果去当选票的作业人员也不能投，是啊，因为他户籍不在那个投开票所，他不能就地投票。我可以告诉你啦，公务人员、跟老师、跟警察、跟军人，大部分还是支持在野党的。你看民进党把他们送上线，要他们去死，你有病你才会支持民进党。你想想看，现在第一个我们以军人来说。现在党不让军人加薪的是谁？就民进党啊。是啊。那你如果能够开放让军人通讯投票，你想想看，军人，我想90%以上都会支持蓝白吧？就是会支持在野啦。对啊。因为谁给我加钱，我就支持谁；谁不给我加钱，我就不支持谁。对啊，所以印尼如果都可以，我们到底在怕什么？你说我知道啊，什么科技什么那个都根本都不是问题啊。你最多就是晚一点开票。对啊。有什么不行的？那甚至你也可以提前投票啊，有什么关系？米萨阿卡塞说，连印尼岛国都能不在籍投票，它叫千岛之国。那台湾又没有说很大，为啥办不到？这点就很有趣了。Elon Musk 713说，敲碗已久的合体小斗支持。刘梯两说，小区域选举100票就能翻盘，所以很多地方政客不愿意这种变数出现。干你娘！地方政客，妈，国民党现在还靠地方政客，他都死绝了，好不好？还在那边做梦，地方政客又怎么样？那你不在籍投票，你可以赢总统大选，结果你跟他讲到，一个里长要翻盘，哦，好恐怖，好害怕，那活该你妈次被人家抄家灭族。国民党还有200多个人案子背在身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都放出去了呢？嗨，
等一下，我看一下，龙龙九说，我党不推不在籍投票，大的原因是党内法学人才几乎没有，数学人才也没有吗？我算给你听啊，65000人以上哎。那看到当时被吹的震天响大法庭直播条文是什么？法院组织法90条之3，高等法院地方法委所为之录音录影不予公开播送，一堆人不读书只会狂吹某人好帮忙，笑死。那我这样讲。你为什么不开放资讯投票呢？就是用电脑投票，是啊，一下就好了，开个屁票，然后整个投开票所就2-3个人，他们当工作人员还可以在当地投票，一个人一天要拿3-4千块，省钱。第二个，不在籍投票到底有什么不对？你觉得很担心被中共收买，那就不要开放岛外、台澎、金马以外的地方通讯投票嘛。是啊，那就是刚还在那边讲啊，随便啊。所以我觉得。在党是真的应该要去仔细考虑，看今年有没有办法去催促让这个东西通过。对，我这样讲，你不通过，你总统大选就不会赢。是啊，这个我说了就算，就这么简单。因为你的票数呢就是334啦，然后你蓝白能不能合，我个人也非常不乐观。脑袋不好使，活该选不过。但是不要妈再牵累到我了，谢谢大家。老实讲，以现在这种状况。不要说蓝白能不能合，蓝白合都不一定会有。你要先想想看，你们这一些有望参选的人，你活不活得到2028？你会不会被关进去？2028不能出来？讲实在话，这真的很难说。我跟你讲，这个 Tika 这边的小夏也谢谢你每次不离不弃抖内 ，Kate 也是一样。这个，但我真的不能明白，是我今天在这边讲，线上有人听到了。你就去告诉你的民代，你就告诉那些有大脑、有数学的人，什么样子的党会让自己总统大选一瞬间多出65000票以上，而不去支持的，那一定数学有问题，一定有病。那怎么办呢？我们人家都是电子阅卷，然后电子开票，我们还在唱票，这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哦。那个坏掉的龙九说，对了，绿界有抖内。来，斌哥，你先，我这样讲啦，斌哥，你觉得到底为虾米？我真的不理解。我觉得蓝军的某一部分人可能是真的觉得说，去加那些票对他没什么意义。不是啊，那总统有意义就好，那谁管你有没有意义？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这样。我刚不是说吗？蓝军很多人是只顾自己的1亩3分地，他觉得我只要过好我自己就好，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想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他不用讲了，年底就算了。26年我觉得没有办法了。那但是28年呢？你现在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法案的话，28你就有用了，对啊。那但就看他们怎么想咯。但是老实讲啦，我觉得国民党党内现在问题很大。国民党党内的问题，我认为搞不好会接下来到年底就会有内斗了啦。如果年底选的不好的话，郑丽文就要下台了。对啊，但是我等一下，我有问过另外一个人，他跟我讲说，没有郑丽文没有同意，也没有承诺说他选不好就要下台。他是没有这样讲过。对，但是如果真的选得很不好，你非下台不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没有一个规范吧？是没有规定啊。你想想看啦，如果新竹县掉，如果宜兰县掉了，如果彰化县掉了，如果嘉义市掉了，彰化县也会掉，点林兄不经打吗？不是，谢点林现在我跟你讲。谢依凤要出来选，对不对？但谢家已经呛明了，我们不支持谢依凤，自己家人不支持。怎么会搞成这样？但点林兄很强啊，点林兄是一个号称豪宅开箱主啊，简直是吗？政治界的九妹啊，他是奇才啊！我跟你讲，所以彰化是有可能会掉，你以为不会掉吗？对啊，哎呦，对啊。然后花东呢？花东你一定守得住，也不是。好，龙龙九说补到满。其实已经满了，龙龙九，你每次都这么破费，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啊。好了，这个等一下我会设法强迫斌哥这个照收通告费。妈，我已经说了，大家抖内都已经过了，你不要变成我敛财。不用。那好，我这样讲，郑丽文做好不好，我们先不管。但是问题就是真的年底，我们今天先讲，我说过了，这个做个预言没有问题吧？我不论时政，但是我可以做未来政啊。那这怎么说呢？就是很
很麻烦呐、这个为什么内斗不懂？斌哥，这个我们有一般人不懂为什么要内斗。我老实讲啦，谢家就是这样的，谢点玲跟谢依凤长期不和。那当初就是瞧很久，谢点玲勉强同意说，那好嘛，那我当议长，你去选立法委员，但是你不准给我选县长。当时他们姐弟两个有这样的一个约法三章，那结果现在谢依凤想要选县长，谢点玲就不爽啊。所以你以为谢点玲是怎么样？他为什么要故意去开箱他的家？自爆了吧？他其实就是要让你难看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觉得他无所谓，以他们谢家的实力，他反正选议员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会啊。对啊，那问题是你现在要选县长啊，我就让你难看啊。你说谢家的故事可以做上下集，你太客气，可以写成连续剧都不够演。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家人能够还跟我同宗，真的是有够奇葩。谢谢大家，好吧，谢谢大家。陈佑宏说：“拜托斌哥能每周日固定来直播来，不要，我们能够隔周看斌哥有没有空就已经很感谢啦，好不好？请大家知所进，不是就大家知足常乐了。不在籍投票的话题是朱大最早在总统大选后第一次直播就有说过最重要的是。”军警消公医护加受刑人真的可能有10%的总投票率我们的投票人数有多少人？我们投票1000多万啊，对啊。那上百万不算不可能呢。军警消公医护，对啊，还有老师嘞，而且还有很多那种，就是他因为离乡背景，所以他不想就不在籍嘛，就是北漂族啊，是啊，那种一大堆啊，对啊，所以 OK 啦，什么斌哥天天来就好了嘛，斌哥自己不需要上节目，我们天天来，那就不然变斌哥频道好了，好不好？真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我目前这边看到是2023啦，所以谢谢斌哥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将近1600、1700的多少人？有100万人有吧？很难说啦，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会多好几十万票，绝对跑不掉。对，而且是单方面多。是啊。就是他不会去投，他绝对不会去投民进党，所以都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谁有没有推或是怎么样，这个就再说。好啦，这个Twitch也有博温笑而不语，说是斌哥。那 Teresa 说斌哥来已经很感动了，这次居然还没收通告费，一定要收，要收。不要了，不要。网友来，已经讲好了，等一下看大家是不是觉得斌哥要收，斌哥你觉得要收就。按一排，斌哥收。老实说啦，就是我的希望就是说，朱大刚出来嘛，然后我们大家拼一下，让朱大的频道恢复正常。那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也不是，你朱大频道恢复正常了，那我就有固定通告可以上，那我就可以收通告费啦。那就开心。那如果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话，我现在收这个钱有什么意思？真心的，收了之后我就去卖肝了。好吧，你看。网友说收了才会再来，因为我说真的，我现在收入还蛮稳定的，讲实在话，就是我通告也算多了，还算多的，对啊，就像那个很多人一样，但是我个人是一直希望，如果被抓进去那么多人的话，能够留一口饭吃给我就好了。你像蔡博士，我还想，你进去之后要不要我来这边吃一口饭什么之类的？好。等，先不急。不是我跟你讲，不是我们不帮斌哥准备餐点，是斌哥每次走过来的路上，我都不知道他这样怎么来得及。他从 T 台走在路上，还来得及去餐厅吃饭，吃完饭然后再走过来，他都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到这边才5点40几啊。对啊。因为你看，我坐捷运过来，然后我就走到那个五福那个吃面五福扁食，对吧？五福扁食，我吃面，我再走过来。原来坐捷运哦，以前我都以为你就bor练就这样。没有，那个太远了啦。好，这个中年阿兵，什么中年阿兵？我认识那个少年阿兵，现在都当副县长，副市长，当然很开心。我觉得下届他可能要出来选的感觉。我已经。要老年阿兵了，我再2年我就60岁了。好，这个，好不好？下次帮兵哥准备泡面，不要这个样子。而且我今天来很开心，因为我前几天都跑去那个内湖那边有一家我们合作的那个丰裕蜂蜜，我不是说在平溪那个，我去徒手搬了大概6公斤还是10公斤的蜂蜜过来，然后我今天来呢，只要在直播。浩克来支援之后，就会帮我装箱。我今天还带我儿子来帮忙打包装箱。结果他下午他又跑去拿了那个两罐
蜂蜜，真是很感谢浩克。那这个顺便讲一下，看我忘了我要带货。好，这个我们置顶呢有绿界斗内，刚龙龙酒也抖了，说补足差额没问题。然后信公呢，他们的东西真的很好，是台湾第一猪肉，真的，连我妈都很称赞，因为朱大那时候有送我们一些嘛。对啊，我妈吃的时候，信公的肉真的很好吃。那这次要不要试试看纯味家？我们有那个五谷鸡爪，给你带回去下酒。你说这个吗？对，不用了，因为这个我妈大概不太吃。对，那令堂有什么爱吃的，跟我们说。没关系，下次有看到我跟你讲。好，那个还有和进的那个庙啊，关庙面给你带2包回去。你们家自己会做面吗？很少。对，好吧。那还有那个赖的社群呢，请大家点选加入。然后蜂蜜就是蜂蜜，最近订了很多，因为每一次他们订蜂蜜，我就要来这边背过来，然后他们打包之后，我明天要自己用手抱着走路去邮局寄，所以他每次有一种虐待的感觉，很开心。那还有云漳牧场呢，也是台湾很好的台湾牛肉，而且云漳牧场的牛肉是真的很好，很多那个火锅店都批发拿去涮肉了，那能够吃到它的牛肉面，然后它水饺现在也都不卖，能够吃到它的什么牛排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好。这个沃说我没有吃寒冰豆腐，我挣60好几了，寒冰是弟弟无误。基特0122说兵哥真的赞，祝大家加油。好，接下来最后基本上要收尾了，要问一下兵哥，你觉得接下来这个月呢，各党各派会有什么状况？3月柯文哲要宣判呢？是3月26柯文哲宣判。对，那大概这个月就是初选月嘛，就是大概国民党就在忙着初选。那一定有各种各样瞎鸡巴的事情。对，会乱七八糟的事情会一大堆。那更可怕的就是那天郑丽文主席讲说，3月底之前可以完成90%的，县市长的可以完成90%，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也就是至少还有2个县市长可能要拖到3月结束，4月以后。哇，好刺激哦！兵哥马上就从里面找到了漏洞，好不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初选很麻烦的。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国民党现在渐渐走上轨道 ，no， 这个速度真的太慢。但是好加在什么？民进党的速度好像也不快。民进党到现在台北市、桃园市好像还搞不到人。台北就是桃园市哦。对啊，桃园市就找王一川啊，大家开心啊，随便啊。因为我是一直强力推荐台北市沈伯洋，桃园市王一川。对啊，台北市现在也郑丽君也没啦，因为妈说什么郑丽君不敢啊，最强的谈判者谈到一个世界第5名，世界第5名高的关税，到底干什么？坏掉龙酒说到饭，请问2位有没有兴趣一起调整0.25倍速不快转配饭？看完 NYKD 54赞成请加1。抱歉，没有要看这个，不要再说了。所以要一路弄到3、4月啊。对啊，所以我看这个速度，2党可能都要搞到4月以后。可是11月就要选啊。对啊，那这样来得及吗？来不及也不行啊。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郑丽文不急啊，郑丽文说他已经开了粉红超跑了，他不急啊。而且还没完呢，3、4月又要去绕境呢。是真的，人家真的要开粉红超跑了。然后郑丽文现在他一直说他要去中国大陆嘛。那问题是3月底前你不可能去得了。对啊，因为川习会之前人家现在在忙川习会啊，根本不可能接待你啊。那4月以后，你距离大选越来越近，你还要去中国大陆吗？这是一个大问题。那你据说就是他去了，底下县市长就不开心了。一定嘛，大家都怕你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嘛。因为你尤其是离选举越近，你去不，你早点去就算了嘛。所以之前人家问柯志恩就是快去快回。KJ 说兵哥，如果王一川邀约助讲，你去不去？我去啊！哎呦，这么开心，当然去啊！对啊，我上次有讲，如果沈伯洋参选台北市长的话，我就去帮沈伯洋助讲。哎呦，真的很恐怖真的，而且我一定骂蒋万安。对啊。那现在如果王一川要我去助讲 ，OK， 那我一定骂张善政，没有问题。对啊，很好。那反正就是桃园什么东西，鼻背三丁说朱大友回来讲政治要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各位你要明白，我们讲的是历史，请看后面的标叫大罢免大成功，唯恶陨落的2颗孝心，这是历史题，是没有要谈政治，我们讲的是过去的历史，所以这个蔡博士真的很厉害啦，那个贾不妙董事长呢，最近发言很多，就强烈建议各位去看蔡正元博士的脸书，他告诉贾不妙
说如果是北洋军阀后人的话，就不要那么开心。什么小康之家，盖海军上校，然后外公在圆山饭店当秘书长，这叫小康之家。干，那我们就是街头要饭的嘛。这个真心。所以我们贾董最近一直这么操作，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操作什么。贾董，我是觉得啦，贾董就贾董吧。现在反正风潮顺着他，就跟我这样讲，我最近反而意外是九把刀没有出来废话，因为他那个片呢、虽然风评一把烂，大亏钱，什么整个一整天 IMAX 就2个人看，但是他领补助就饱嘞、妈，国家补助好像到9位数还是多少？亏钱是亏谁的？你知道？亏黄立成的，赚钱是谁赚？九把刀赚。对呀、那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啊。北洋军阀假不妙，好，别这样说嘛，干这个东西，到时候我又2只脚都进去了，就不安全了、我真的一根手指在外面了。所以这个其他我们就不说，小弟求生意志很强烈的，所以今日就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兵哥来，我们下次兵哥约3月中了吧，好不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一切开心，跟大家拜个晚年，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拜拜。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进去才够味。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哇塞，这一锅卤下去真的是不得了！你看这个猪脚，一半是筋，一半是肥肉，还有瘦肉。哇，这个猪脚吃起来真的是 QQ 弹弹，而且一点都不腻。这才是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真的是太爽了。痛快，再来3坛。这洛阳卤味儿，配得上老子的剑。诸位，敢与某家共饮300杯否？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火候差不多了啊，来，卤蛋加配菜才够味儿。哇，真香，这才叫肉夹馍嘛！这筋头巴脑的，看着就来劲儿，纯味加这卤料绝了。一口一个，这才叫过年该有的味儿。主人新年好呀！接福啦！马年大吉，马上发财！轻点轻点。